老板，我们基本已经与对方达成协议，金逸娱乐公司差不多1周之内就能过户到老板名下。办得很好。叶阳也是再度给方涵转过去了10个亿，这算是你们的活动资金。最近我要办的事情不少，你们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方涵就先收下了。以方涵对叶阳的了解，若是不收这笔钱，叶阳才会不开心。回去吧。送走方涵之后，手机便是响了起来。我去，怎么是他？叶阳看到来电显示，心中一颤，来电的不是别人，正是柳倩倩。倩倩，你不是在常青藤留学硕士吗？咋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叶阳哥哥，你刚搬走那2天，我不是跟你说要回去找你吗？当初还以为柳倩倩说要回国只是开玩笑来着，没想到没过多久，还真的从漂亮国回来了。倩倩，你现在在哪呀？我已经到家了呀，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出来吃个饭呗，叶哥哥。我最近都没有什么事情，明天就可以。好啊，那明天我准备好了就给你打电话，等你哟。好，我们明天见。主人，谁找你啊？一个老朋友，明天我要出去一趟，交接金逸娱乐公司的事情，还是你和方涵他们去吧。好吧。于默默眼底划过一丝失望之色，但最终还是接受了现实。第2日，路口旁边，柳倩倩正在等待着叶阳。这不是倩倩吗？好久不见。小红，怎么那么巧？李月红跟她是高中同学，当时关系还蛮要好的，出国这段时间也一直保持着联系。真是太巧了。倩倩，你怎么突然回国了？回来找你的小男朋友了吗？别乱说，叶阳哥哥还没答应我呢。嘿嘿，害羞了。正好我也在逛街，闲着无聊，作为好姐妹，正好帮你把关。啊，怎么这小姐妹怎么还是这么没有眼力见啊？还想单独和叶阳哥哥情侣式约会呢？掺和进来干嘛？当电灯泡吗？而且万一叶阳哥哥误会我是个带闺蜜出来蹭吃蹭喝的人该怎么办？虽然内心有些挣扎，但看着李月红那期待的小眼神，她也不好拒绝，只好勉强的答应下来。刚想嘱咐李月红一会儿要注意些什么，一辆帅气的车停在了他们2个前面。上车呀，叶阳哥哥你好快哦！我这车技可是杠杠的。对了，这位是？你就是喜欢倩倩的那个小男生吗？果然挺帅的，我是倩倩闺蜜，今天你可得好好表现哦，不然我让倩倩踹了你。小红，柳倩倩心中一慌，分明是她在追叶阳，这么说要是叶阳一生气，把她给甩了该多难受。那一起上车吧。放心吧，我还不了解男人吗？去哪里吃？你选吧，虽然之前老妈说如今叶阳发达，住进大别墅了，但我还是觉得这8成是叶阳的借口。从今天叶阳开的车就看得出来，他虽然肯定比之前多赚了些钱，但应该也不多。别说，虽然是个杂牌子，但是坐得挺舒服。喂，我说你啊，结婚之后得买个好点的车，虽然这车挺舒服，但是好车终究是牌面，像倩倩这样的优秀女孩，你不得给人家买个奔驰 S 级。小红，叶阳哥哥你别在意啊，他就是这样，性子有点太……没事，奔驰 S 1辆的钱能不能买个卡尔曼国王的轮胎都说不准，眼界差的实在是太远。魔都的餐厅随便选，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得带你吃顿好的。好的，等我找。叶哥哥还选个啥啊？人家都说随便选了，还不直接挑个最贵的，便宜谁都行，就不能便宜自己的男朋友？他赚钱不就是用来给你花的？小红，你怎么变成这样？之前上学的时候，李月红还不是这样的，这次见面之后，怎么突然说起这种三观不正的话来了？我变成怎么样了？我可是为你好啊，男人你得考验他，连最贵的餐厅都请不起你，哪能配得上你？那你觉得哪最贵啊？那当然得去个高档的地方，咱们去吃法餐，那个紫光阁可是魔都最好的餐厅，我想去好久了，只是一直没机会去。别看我现在1个月只能赚4000块，但是花1个月工资去当一回上等人，哪怕吃1个月泡面也值了。1个月赚4000，花4000，你不存钱吗？存钱干什么？那是男生的事，女生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就好了？好了，说那么多，你到底去不去啊？去喽，无所谓，哪都一样。勉强算你过关了。李月红兴奋地开始给紫光阁打电话。喂，紫光阁嘛，我要预定座位。对不起，女士，紫光阁每天只接待10桌客人，如今10桌客人已经预定完毕了。您想要预约的话，至少也要3天之后了。居然还有这个规矩？手机给我。给你有什么用？李月红翻了个白眼，不过最后还是将电话递给了叶阳。真是奇怪，难道我说不好使，你说就好使了？装什么霸道总裁？喂，我是叶阳。老板，请问您有什么指示吗？我晚上去吃饭，大概半小时之后到。好的，老板，我立刻告知保罗先生您的行程。就这样，可以了。不是说10桌都已经被订完了吗？你不会再骗我吧？叶阳却是懒得理他，直接开车奔着紫光阁去了。难道叶阳哥哥真的发大财了？紫光阁可不是小餐厅，少说老板也有几个亿啊，一句话就能订到座位，至少也是和老板关系不菲啊。叶阳哥哥真的好棒啊！一路疾驰，带着沉重的呼啸之音，最终停在了紫光阁停车场内。我们走吧。老板啊，这不是官网图片上那个法国5星大厨吗？连他都叫老板。李月红狐疑地看了一眼叶阳，感觉到了不对劲。坐吧。叶阳哥哥这个气势和气质，保罗大厨眼中那份尊敬都不像是装出来的，难不成叶阳哥哥真是这家店的老板？坐定之后，保罗和爱丽丝便开始为他们准备晚宴。都不用点菜的吗？见保罗直接开始做菜，李月红有些懵逼。老板来，我们自然有适用的最高级菜谱。
他真是你们老板啊！真是太好吃了！我跟你们说，当初我上学那阵就是太幼稚，幸好看了网上许多大师的言论，我才算是活明白。我觉得你之前挺好的，反而现在觉得你有点怪怪的。柳倩倩叹了口气，心中很是失望。要是早知道李月红现在变成了这样，刚才说什么也不会让她上叶阳哥哥的车。她可不想让叶阳觉得她是个不好的女孩。女生就要可劲儿的对自己好，这样才不算白活。压力啊，赚钱啊，什么的都是男人的活，不然要他们干什么？男的天生就该把我们当祖宗宠，你听到没？你要敢不好好对我们倩倩，我就上门揍你。月红，你少说几句吧，你该找时间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哪里认识的假大师，真是祸乱人间，流毒不浅。明明是倩倩你自己没想明白，女生就该学会爱自己，做自己的女王。学会爱自己，不过是给自己的不讲理、肆意妄为找一个合理的借口罢了。你什么意思？你这是歧视女性，你是大男子主义。若不是看在倩倩面子上，早就踹你下车了。你这种人好吃懒做，拿着别人对你的同情和忍让，当成自己独立和成功的标杆，简直是让人恶心到了极致。如果说狗屎的臭只能熏死一只蚂蚁，你这种女人身上的恶臭，一撕就能熏死一头大象。你说什么？我可是女人。女的怎么了？比别人多长个脑袋，还是多长个屁股？你是女人你就高人一等，不，你只高舔狗一等罢了。舔狗也能算是人吗？如此说来，你也算不上什么女王。我送你个称号比较适合你，狗王。倩倩，你就这么看着他骂我？我觉得叶阳哥哥话糙理不糙，李月红，你真的该去洗洗脑子了。终究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虽然被戳破了脸皮，但他并不打算离开这顿大餐。他一辈子赚的钱都不一定够吃一顿，他还得多拍几张照片，去欺骗自己，继续营造自己虚假而梦幻的上流人之梦呢。这世上居然还有这好人物，被骂成这样了，还特么有脸皮当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继续在那里心安理得的吃东西，佩服佩服。我叶阳愿称您为脸皮最厚。就这样，在尴尬而奇怪的气氛之中，吃完了这顿饭，结账。这是他定的规矩，就算老板来吃饭，也不能免单，该多少钱多少钱，最后盈利另算。多少钱？咱们 AA 吧。什么？出来吃饭还要女的花钱？倩倩，你这思想可太可怕了。男女平等啊，什么都要男生付钱，难道这不是在歧视女性？我在漂亮国都是这样的。不必了，这顿我请了，有机会倩倩回请我一顿就好了。虽然柳倩倩家里魔都4套房，但这一顿我们3个吃出去了上百万，也得照顾一下。好吧。检测到宿主花费100万进行餐饮消费，奖励1.888亿存款。给你准备的礼物带上吧。叶阳从怀里拿出了一只冰绿色的翡翠手镯。呀，龙石种的翡翠，这个成色，少说一只也得10几万吧。好漂亮，谢谢叶阳哥哥。谢什么谢？男生送女生礼物还不是天经地义？柳倩倩张了张嘴，但觉得这个高中同学已经中毒太深，没办法拯救了，也就失去了劝诫的兴致，而是看向叶阳。叶阳哥哥，这个大概多少钱啊？我想过几天请你吃饭的时候回送你一个差不多的。不贵，回礼你看着买就行。总得告诉我几位数吧。叶阳哥哥，你是不是怕我买不起啊？还是说你把我当成某人了？怎么会呢？刚才在恶魔6号订的，就1800多万。不行，叶阳哥哥，这太贵重了。好家伙，一个手镯都抵得上魔都一套大房子了，这要是回礼，那不得让老妈卖个房子。拿着吧，我刚才就担心真的说出价格之后，你就不收这份礼物了。你之前真的帮我很多，我都记在心里。这些钱对现在的我来说也并不多，收下吧。柳倩倩仰视着叶阳那诚恳的眼神，脸瞬间就红了。那好吧，这才对嘛。一旁的李红月看得无比的羡慕嫉妒恨。喂，我的礼物呢？你要什么礼物？我是女的，见面就应该给我买礼物，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又想挨骂了？你这个渣男，连送女生礼物都婆婆妈妈，以后能对媳妇好吗？信不信我回去就劝倩倩和你分手啊？我是她姐妹，你不过是她小男友而已。在女敌的世界里，姐妹永远大于男朋友的重要程度。在我们之间抉择一个，她肯定选择我，怕了吧？说大妈，你哪来的自信啊？谁是大妈？李月红愤怒地看了看柳倩倩。倩倩，我说的对不对？这种渣男，你还不跟他分手，他根本就配不上你。柳倩倩也是完全受不了了，连称呼上都是完全不客气的回怼他。李月红，你有些太过分了吧？什么情况？成功导师们不是这么教的？难道柳倩倩看叶阳比看自己还重要吗？这简直就不合常理，不合逻辑啊！今天你是跟我走还是跟他走？当然是跟我叶阳哥哥走，你还是哪凉快哪待着去吧。我真的后悔当初瞎了一眼，怎么选你这种人当闺蜜？认识你是我这几年最后悔的事情。柳倩倩终于将一路上积攒的所有愤怒和不满全部发泄了出来。李月红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她失望透顶了，此时也是完全不打算再维持这段友谊。你好啊，你根本不配当女生，根本分不清谁对你好，终究还是要我自己抗下所有。李月红委屈的都要哭了，准备逃离这里。这就走？我请倩倩吃饭，可没说请你这个狗王吃饭。本来叶阳体恤对方是柳倩倩的同学，根本没打算追究，也打算请了对方这顿饭，但如今对方连柳倩倩都敢一起骂，他跟对方就再无需讲任何情面了。我自己付款就我自己付款，我堂堂新时代独立女性，难道还吃不起一顿几千块的饭了吗？反倒是你这个渣男，你以后必定会遭到报应的。小姐您好，本次消费一共103瓦，您个人付款的话，需要把33.3瓦元。
30万，你怎么不去抢？我要去举报你们。这是明码标价的，女士如果付不起钱，那就是我们餐厅起诉你了。这李月红完全懵了，她一向追求独立女性的生活，一个月花的比赚的还多，手里1分钱存款都没有，只有花花有几千块额度可以借，这也是她刚才的底气所在。但是30多万，这不是要她的命吗？打死她也拿不出来。叶阳却是没有理会的意思，直接带着柳倩倩就往出走。你们别走啊，我错了，不要丢下我，我不想蹲大牢啊。李月红彻底怕了，吓得都要哭出来了。老板，叶阳看了看柳倩倩，看着她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也是微微一笑，吓吓他，做样子，吓怕了就放走吧，没必要为了几十万闹出什么大事来。李月红浑身穷的就剩那一身假名牌了，真要他拿几十万出来，怕是得把他逼死。明白了，老板。走吧，被这女的搅的，刚才都没怎么好好叙旧。叶阳哥哥，这究竟是什么牌子？卡尔曼国王，大概2000万左右。本来开这个出来是想低调的，怎么了，叶阳哥哥？我也想低调，只是可惜实力他不允许啊。听叶阳哥哥的口气，这还不是你最贵的车啊？还有几辆劳斯莱斯什么的，不过那种辨识度太高了，怕你觉得我有钱就变得爱炫富，就没开出来。这柳倩倩满头大汗，这简直太恐怖了。那我们这是去彩虹街区喽，带你逛逛街，弥补一下刚才的不快。柳倩倩瞬间脸色就羞红了。叶哥哥，刚才那个事，其实应该我跟你道歉的，要不是我。说这些干嘛？他三观不正并不是你的错，看到曾经的好姐妹变成这样，你也有些难过吧？所以去逛逛街，散散心哦。好的，出发。卡尔曼国王停在了彩虹街区的专用停车区。这是什么车？看着有点眼生，但是挺帅的，威武霸气啊！这是卡尔曼国王吧？一辆就要2000多万，羡慕啊！我家房子才2000万，买个车花2000万，我还真舍不得。看来还得继续努力啊！停车场里的人都是啧啧称奇，直到看到车里，叶阳和柳倩倩走出来，才都是惊掉了下巴。这么年轻，这也就20来岁吧，哪家的超级富二代？我努力半生赚了2000万买个房，人家一出生就有个2000万的跑车完了。在众人羡艳的目光之中，叶阳和柳倩倩走进了彩虹街区。叶先生，彩虹街区叶阳已经很熟悉了，在导购员的带领下，大包小包买了一堆。按照老规矩，各个牌子先来个4季时尚款，黑卡划过，又是1000万级别的消费。叶阳哥哥，真的不用这么多的，这样我家要把一套房给改造成纯粹的衣帽间了。柳倩倩哭笑不得，她本打算多试几身，然后挑一套比较好的，结果只要她试过的，叶阳都给买下来了。没事，衣帽间不够，我就再送你一套。别，对了，检测到宿主触发了涌泉相报隐藏奖励，触发超级暴击机制，奖励888亿存款。我靠，虽然手上资产几万亿，但是手中的流动存款也才1000亿多点，这一下子就给了888亿，几乎是让自己手中支配的存款多了将近1倍。这奖励可不弱，涌泉相报吗？有意思。对了，检测到宿主的存款突破2000亿，满足解锁条件，系统幸运大转盘已经开启，宿主可通过触发隐藏任务获得转盘抽奖机会。抽奖大转盘难道是什么黑科技？到底能抽出什么？不管了，等有了抽奖机会自然就知道。总之今晚得到了800多亿的涌泉相报奖励，还开启了系统的抽奖大轮盘，可谓是收获满满。已经9点多了，我送你回家还是？叶阳看了看时间，今天他是被柳倩倩约出来的，当然要问他怎么安排。叶阳哥哥再陪我溜达溜达嘛。好不容易见一面，男神又已经变得如此优秀，柳倩倩也实在是不想轻易的就此分开。那一会儿去做什么？叶阳哥哥之前不是说你是校园歌手比赛的10佳选手吗？想听叶阳哥哥唱歌。好啊，我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 KTV。唱歌这项天赋和系统无关，他从小唱歌就比较好听，当初还当了校赛的10佳歌手。好的，柳倩倩此时就想叶阳多陪陪她，至于到底去哪里，倒也无所谓。金源 KTV 就是它了。好了，叶阳哥哥，这个 KTV 倒是好气派。建在奢侈品区旁边，自然要气派点，这里可是寸土寸金的。您好，先生，请问是办卡还是单开？刷个至尊卡，顺便开个最贵的包厢。前台小姐姐在这等奢侈品区的 KTV 混久了，自然听过百夫长黑卡，此时接过卡，手都是颤抖了一下。这青年好大的身份来头，帅气又多接啊，能傍上这种男朋友，简直幸福到爆啊！已经给您办好了，天色1号包厢，3楼的888房。888号应该就是这里了。想听什么？随便点。话说我还没听过你唱歌，一会儿你也来试试嗓子。这样吧，叶阳哥哥唱一首，我就接下一首。可以。叶阳随着旋律便是唱起了《青花瓷》这首歌，当年可谓是火遍大江南北，奠定了周董在乐坛的地位很重要的一首曲。叶阳同样也很喜欢这首歌，好听。就在叶阳和柳倩倩在天色1号中点歌之时，对不起，至尊包厢今晚真的已经订完了。订完了，你新来的，知不知道你们金源 KTV 是谁在照顾着？要不是钱爷，你们早就倒闭了。让天色1号的那几个不长眼的滚出来！这听到没有？你以为我们钱爷真的日落西山了？连个垃圾 KTV 都敢不给我们钱爷面子？几个大汉怒喝着，感觉自己被冒犯了。KTV 经理慌忙的赶来，原来是钱爷的人，天色1号今晚确实是订出去了，我给您开另一个至尊包厢。经理看得出来，这几个大汉都是刚买醉过来，
显然今天就闹到自己这儿了，也是自己运气不好。别唬老子，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金源就一个至尊包厢。胡爷，您别冲动，一会儿闹大了我们不报警，叔叔也会来巡视的。你认得我？当然认得。胡爷您威名远播，谁不认识？看在你认得我的面子上，今晚的事儿就算了，我们文明讲理。既然你们 KTV 不给我办这事，老子亲自找他们谈就是了。没想到你唱歌也这么好听。涵涵，没有叶阳哥哥好听啦。正在两人说着什么的时候 ，KTV 的门却是骤然洞开。果然漂亮，人美声甜，简直绝了。王虎眼睛都直了。胭脂俗粉他见过不知道多少，但是柳倩倩这种常青藤美女硕士，他哪里有机会接触？此时酒醉，定睛一看，直接就口水横流，无法控制自己的内心了。你们是谁？你小子，识相的就给爷滚出去，他留下来。你是哪里出来的狗东西，也配对我如此说话？哟，看来也是有点身份的啊。不过这里是钱爷的地盘，你是龙的盘着，是虎得握着。钱爷都什么时代了，还在这搞这一套？你小子哪出来的？混魔都的，居然连钱爷的名号都没听过。你要是个富二代，就打电话问问你老子，听到钱爷的名号，你老子都得让你乖乖滚出去。你说的钱爷是那个叫钱伯宪的？哟，你看看你，见识连个小妹妹都不如。没错，就是钱伯宪。钱爷，我可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你要是今晚跟哥，日后荣华富贵，想要啥都能给你搞来。你认得？听我爹说过，是魔都早年一个超级大佬，混黑道那种。原来是个过气的东西。你说什么？叶阳哥哥，咱们要不然还是把包厢让给他们吧。那个钱爷真的很不好惹的。放心，没事。没事，你摊上大事了，敢辱钱爷，现在你想走都走不了了。笑到一半，王虎直接就被突然的重击击中脸颊，直接砸在了包厢的大门上。活在黑暗中的老鼠有什么好嚣张的？别说是你这种杂种喽喽，就是你们钱爷到了我面前，一个屁他都不敢放。半了天了，给我上他，做个富二代而已，魔都哪个一代不得给钱爷几分面子？大汉直接冲着叶阳便是冲了上来，叶阳眼神一凛，一拳毫无花哨的向前挥出，左一下右一下，小弟们都倒在了地上，捂着鼻子乱叫。不自量力！原来叶阳哥哥还会武术，这也太帅了吧！几乎1分钟不到。都说了，几个渣渣而已，不会有事的。柳倩倩连连点头。现在还有什么话说？还有什么手段？拿出来啊！我陪你玩到底。你小子不要太嚣张，你有本事让我打电话摇人吗？一个电话，我让你哭都找不到呗。打个电话，好啊，那我们各打一个电话，比谁来的人多。小子，这可是你自找的。叶老板，是我给魔都范围内所有基层保安发布安保任务，1小时内换上飓风安保制服，在魔都金源 KTV 集合，完成奖励者都可以获得10万华夏币赏金。您确定吗 ，boss？ 咱们在魔都的注册基层保安至少有1万人，1小时内预计能赶过去的至少也有上千人，甚至更多。如果是有人得罪了您，那么只需要出动一个长约保安，就可以轻易将之抹除了，费用可比现在。照我说的做。是。飓风高层们也不敢耽搁，建议被否决，他们直接按照叶阳的命令执行了相关操作。不过10几分钟的时间，外面就是嘈杂了起来。今晚正好周围几个 KTV 都是钱爷手下的人，你小子完了。888厢的门再度被蛮横踹开，一群凶悍的男子全部涌了进来，气势凶狠，像是要择人而事一般。我这几个手下都是你打的？你就是这狗东西叫来的帮手？敢问你是哪家的后生？我李敏高混了10几年魔都的江湖，你老豆论资排辈都不一定有我高，你倒是嚣张的很。大把头，跟他废什么话？按照规矩，把他一只手废了，女的留下。你还当现在是过去吗？小子，整个金源 KTV 都被我们清场了，凭你自己，今晚你是不可能安全走出去了。是吗？强装淡定是没有意义的，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在魔都滩惹了钱爷的人都得付出代价。相比担心我而言，你们还是担心一下你们自己，今晚能不能安全走出去吧？你做梦没醒吗？在说什么胡话？我都说了，今晚你敢不给我面子，你和你这小囊皮就都不可能安全离开了。小崽子，别给脸不要脸！不好了，大把头，外面围上来了至少上千号人，人山人海的，具体数量查都查不过来，看起来凶狠无比，整个金源街区都被他们给围起来了。什么？上千号人？还至少？刚才他找我打赌，说一个电话摇人，看哪边能叫来的人多。难不成外面那些人都是你的人？若是王虎所说是真，那他们面前的青年背景可就大了去了，怪不得连钱爷都敢不放在眼中。还没等叶阳搭话，一名风暴安保成员冲了进来，眨眼间就制服了叶阳和柳倩倩外的所有人。我这保安是多了点，吓到你了吧？打扰了我今晚的雅兴，你们就别想安安稳稳的走人。你们钱爷的面子是面子，我叶阳的面子不是面子吗？几个月不见，叶阳哥哥就有如此强大的权势了？还是说叶阳哥哥本来就是个超级霸道总裁，是因为看中了自己才去租伪装在自己家里租房子住的？哎呀，好羞涩哦。老板，接下来需要我们做什么？先将这些垃圾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等人来认领。好的。老板，他们董事长来了，放个口子让他们进来吧。好的。刚下车，钱伯言心中便是骤然一颤，他此时也是完全看清了在场这些保安身上的制服。飓风的人有资格让飓风接任务的，屈指可数，特别还是这种超大范围高级别任务，他至少认识一个飓风的核心高管。叶先生，今晚的事是我的手下莽撞了，您多见谅哈。话语一出，全都懵了。难不成这钱伯言
之前应该或多或少的接触过一些关于飓风安保公司的事情。钱爷，您怎么了？钱爷，这小子太嚣张了，刚才压根没把您放在眼里呀！都闭嘴！我之前怎么教育你们的？今时不同往日，在外面混，多与人为善，怎么还净给我惹麻烦？你们知道你们惹的是谁吗？这位叶先生，我也得敬着。你们怎么敢在他面前撒野？我也懂规矩，既然招惹了您，任凭叶先生您开口，我一定尽力满足。我这个人又不缺钱，就随便要点，算是个教训吧。一个人1000万，交钱之后尽管都带走吧。不，多少？一个人1000万，很多吗？你这也就100多个兄弟，满打满算也就10几个亿而已，怎么不愿意？不，这钱就当我交叶先生您这个朋友了。日后在魔都滩有事尽管招呼我。与叶阳为敌是他不可接受之事。今日这事不光是为了救自己手下这些人，也是为了破财补上叶阳的面子。不能为敌，那么就只能为友。你倒是爽快。转账之后，钱伯言就走了。本来以为今晚是亏钱装逼，没想到不但赚了，还血赚。我也想亏钱，但真的做不到啊。老板，佣金已经进阶发下去了，足额3亿3660万，您看如今是否让他们结束任务？可以。检测到您花费3个亿华夏币发布人身安全任务，奖励价值300亿的里仁医院所有权。里仁医院，这座医院其最出名的总院，想在里仁总院挂个号，光有钱根本没用，因为没资格。就算是魔都总督要去看病，都得提前几天预约才行。但凡你还有口气，就肯定有办法让你活过来。牛啊，简直是暴赚！叶阳哥哥，怎么了？叶阳也是看出柳倩倩今晚有些被吓到了，笑着回答道：“这不是没事了吗？”不，有事，就是有事。今晚倩倩再也不想和叶阳哥哥分开了，倩倩今晚要和叶阳哥哥在一起。叶阳哥哥，一番美景无人知晓。叶阳和柳倩倩又温存了一会儿，才是将她送回了家里。叶阳将卡尔曼国王停在了云顶山别墅停车库里。都在哈，咋都这么看着我？主人，你没事吧？没啊，我现在神采奕奕，精力十足呢。昨晚那事都上新闻了，吓死我了，那场面真是太大了，我都怕主人你出什么事了。上新闻？不过因为这事没造成什么影响，你和钱伯言两边都不提出申诉，这事情就只能当是凑热闹的新闻来看了。相关的事情，方律师他们已经去处理了。倒是辛苦他了。事实越来越证明，背后有一个金牌律师事务所的重要性。只要不惹什么大麻烦，基本自己连面都不需要出，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就都给处理摆平了。老板，以后出去一定要带上我们，不然这样太危险了。清玄昨天自责的都哭了。啊，真的假的呀？萧清玄冷清的傲娇道。谁关心你这臭老板的死活？小竹姐在瞎说呢。哈哈，好了，以后出去尽量带着你们就是了，别生气了。您是老板，我们哪敢生您的气？就是担心要是您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可不会原谅自己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萧小竹脸色一红，话说到一半，连连改口。因为你是我们老板啊。切，今天下午打算去一趟红枫国术馆，这次带你们一起去吧。好的，老板。你呢？哎，清玄，你干嘛去？去勘察一下红枫国术馆的情况，排除一下额外风险。萧清玄干巴巴的回了一句，就坐进了兰博基尼泰美里，潇洒的走了。好了，你也准备准备，一会儿跟我一起去吧。于默默点点头，就这样，萧小竹与默默悠哉悠哉的坐上了劳斯莱斯幻影。作为华夏曾经最大的国术馆，建立在魔都，当年功夫热盛行的时候，许多外国友人来华夏学华夏功夫，让当初的红枫国术馆火爆一时。继续。如今红枫在其他地方的分馆也不景气，每年盈利倒是不低，只不过和之前比就差得太多了。既然如今接手了红枫国术馆，那么这个现象就要在今天彻底终结了。就你们也配说自己是练武的？站都站不稳，一碰就倒。再牛逼的技术放在你们这基本功上，出去也是怂包，怪不得你们被人家叫花架子。萧清玄双手抱胸，不屑地看着这些倒地的武服学生。当看到叶阳进来之后，连忙收起了刚才的冰霜态度，黑笑道：“老板，我看他们训练的实在是不像话，忍不住手痒，所以……你们又是哪来的？难不成是踢馆的？踢什么馆？这位是谁？你们不认识？这位是……”红枫国术馆的老馆主眼中露出了一丝疑惑。不会到现在你还不知道红枫国术馆已经易主了吧？没错，这位就是我们红枫国术馆的新馆主叶阳。叶先生，我们几个一致同意将国术馆卖给这位叶先生了。你们……老馆长眼中流露出一丝难以置信的神色。我不同意，你们凭什么能卖我的国术馆？老头子，你也该与时俱进了，还沉浸在旧时代呢？无论是干啥，不都是为了捞钱吗？看来这次收购倒是另有隐情啊！这位看起来年逾古稀的老馆长，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国术馆被卖了。你们怎么能这样？你非要坚持让人家打桩打基础，人老外来学功夫，就为了看起来好看就完了，随便教个一招半式，速成不好吗？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已经找不到新生了，再这样红枫就倒闭了。经过我们的一致同意，只能请你先出局了。红枫股份被合伙人暗中操控，张红枫仅是名义馆长。正当他们想将张红枫彻底踢出局的档口，遇到了高价收购红枫股票的系统，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幕。叶老板，我们说的您一定懂了。我来可不是为了败坏红枫国术馆的招牌的。叶老板，你什么意思？几个合伙人都是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
国树的落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你们这种垃圾，你们这种败类，不配当我的合伙人。姓叶的，你想干什么？交出你们手上所有剩余的股权，然后从这里干净利落的滚蛋。交出剩余股份？行啊，我们要市价的10倍来收购我们的股票，不然我们还就不退出。你能怎样啊？你觉得我拿你们没办法？怎么，你还想干嘛？虽然这小姑娘是挺能打的，但这里是华夏，你们打人是要负责任的，你知道吗？你觉得我这点麻烦都惹不起吗？只不过你们这种人渣，打你们都脏了手。叶阳转头看了看于默默，于默默立刻会意，踩着黑色高跟走上前来。红枫股票市值也就是10几个亿的规模，想要架空红枫的股票十分简单，我有把握将红枫的股票价值跌停破产。一旦破产，你们不但1分钱捞不到，反而还会进行清算，公司自然会全权落在叶阳叶老板手中，你们这些合伙人什么也捞不到。于默默一番理论操作，让几个合伙人听得目瞪口呆。不是，你们疯了吗？几十亿资金砸进来，就为了搞坏自己的公司，就为了把我们几个彻底清算出去。几个合伙人彻底傻眼了。你觉得我差钱吗？只要红枫这个牌子在，大不了就再砸几10个亿，重新低买高持，将公司股票做回来。整套流程下来，相当于我们并没有亏损任何资金，很大可能是继收回了绝大部分股权，额外还会赚很多钱。魔鬼，你是魔鬼吗？几个合伙人都崩溃了，他们自然清楚这样操作是完全可行的，只不过前提是对手持有远超于自己的资金量。红枫的价值也就10个亿左右，对方只要狠心冒着风险投入100亿来操盘，基本就只能任人宰割了，这是资金实力上的绝对差距。无解。都打算好要花钱做慈善来着，结果听他这一解释，居然这么搞自己还能赚钱。哎，身为一个有钱人，想亏钱也太难了吧。默默不愧是顶尖金融专业毕业的高材生，什么叫专业呀？这就是现在你们还要卖你们手里剩余的股票吗？我卖。一个合伙人终于绷不住压力，心理防线崩溃了。现在卖可不是刚才那个价了。叶先生，您说多少钱？刚才是我有眼无珠，您别介意，别介意。此时这人只想着尽量能多揣点钱跑路了。要真按照于默默这么操作，搞不好最后1分钱他都拿不到。叶阳淡淡伸出了一根手指。现价的1成吗？1成就1成。不，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那叶老板你是什么意思？1人1万，拿钱滚蛋。多少？几个合伙人都觉得自己耳朵聋了。我觉得你们的听力都在正常人水准，不需要我重复。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叶老板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几个合伙人都是懵逼了，1万块钱，拿这个钱滚蛋，简直就是蛇辱，那还不如就放手一搏了。你们浪费了我最后一丝仁慈之心，我敢保证，不同意的结果将是你们连这1万块都拿不到。好啊，那我们就来试一试，看看你有多少钱可以砸。股市风云变幻，就算你真有100亿，随便出点意外，你刚才的计划就完蛋了。就是，我不信你真的会投100亿，仅仅为了搞垮本来就属于你的公司，我还真不信这世上有这么疯狂的人，这根本不符合一个商人的思维。你要真是这种疯子，你也赚不到这么多钱。那抱歉了，我还真不是个商人。几个合伙人都是面面相觑，很是懵逼。好了，按照你刚才的意思，投入的资金越多，就越有把握喽。老板，其实以我的能力，只要有对等资金，就很有可能完成上述操作。给我100个亿，我就有100%的把握做到。我给你500个亿，随便你操作。多少？不但那几个合伙人懵逼了，连于默默都惊呆了。500个亿？你在说什么胡话？500亿流动资金，你以为你是谁啊？疯子，彻底的疯子，根本就是在胡言乱语吓我们而已。几个合伙人色厉内荏的怒吼起来，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到底是什么样的疯狂之人，会砸下500亿来算计自己的公司。好的，主人。于默默直接便是打电话回到了云顶山，这样大规模的股市操作需要一个操作电脑的小团队才行。喂，默默姐，你不是陪主人去接收新公司了吗？咋突然打电话回来？先让所有的姐妹们准备好电脑，我要带你们炒股了。炒股？什么股？主人叫的，嘿嘿，别问了，快准备吧。好的，正好让我们给老板露一手，让他看看我们有多能干。女仆团准备就绪，我们的目标是红枫集团，总资金500个亿，计划金额100亿以内。明白，默默姐。女仆团们都是干劲十足，叶阳给他们1年几百万的工资，只让他们打杂的话，他们自己都过意不去。如今终于有一样让他们觉得可以好好回报老板的事情了，这也让他们兴奋不已。好，现在看准时机，进行买入，提高股价。若雨开始持仓，小田，你们几个盯住大盘。在于默默的指挥下，大量的资金瞬间注入了港股中原本并不出奇的一只名叫红枫国树集团的股票中。多涛，快看这只红枫果树！此时，许多股市散户也游走在股市大厅之中，寻找着自己中意的股票。我靠，这他妈做火箭了！我刚才看还20块一股呢，现在涨到50块了。散户们很快就注意到了这只青云直上的股票，全部跟风而至。买！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我们老师说了，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大资本看上这只小股票了。对，买！散户们都是红了眼，疯狂买入。居然是港股的股票！于默默很兴奋。港股怎么了？港股意味着这个集团是港岛交易所上市注资的，是没有跌停概念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想的话，可以操作这只股票降到每股1分钱都不到，甚至无限接近于0。
原来如此。叶阳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几个还在硬撑的合伙人，嘴角挑起一丝莫名的笑意。虚张声势，注资而已，我不信一会儿你会将自己的股票低价抛售。几个合伙人都是色厉内荏，外表镇定，实则慌得一匹。就这一会儿，叶阳砸进股市的钱都有20-30亿了。到了持仓点了，开始抛售。于默默统一指挥道，女仆们都是反应迅速，开始执行命令。刚才那只疯狂上扬飘红的股票，居然在达到一个新高点之后，瞬间夭折，向下急速跌落。我靠，庄家开始抛售了，我们要被割韭菜了。这还等什么？赶紧卖！这还真开始抛售了，这个疯子！几个合伙人也在实时关注着股市走向，此时都是被吓得跳起脚来，股价在瞬间暴跌，他们瞬间从富翁变成了富翁。我财富瞬间暴跌了100多倍啊！啊，没钱了，没钱了！这钱越花越多，你说气人不？这感觉实在是太爽了。别跌了，别跌了，住手吧！我这……几个合伙人都哭了，这股价直接被操作的跌死了，马上他们手里的股票总值就要跌破10万块了，照这个速度，怕是最后连1万块都剩不下呀！1万就1万，我真的服了，叶老板，您高抬贵手啊！几个合伙人彻底明白了，叶阳就是个疯子，动几百亿眼睛都不眨一下，亏了几十亿还在那谈笑风生，丝毫不以为意。跟这种既有钱又疯狂的角色斗，他们把全部身家搭进去，也玩不过人家呀！怎么想卖了？卖！1万块成交！拿着这1万，我们立马滚蛋！1万是刚才的价，现在可不是这个价了。那您现在给多少？一人一个钢镚，然后滚！你让我们净身出户，一个钢镚也就是1块钱呗，这和净身出户有啥区别？我说几位，别不识抬举呢！港交所股票完全可以完成负资产，到时候你们就跟港交所缴纳巨额罚金去吧。你一定是魔鬼，你就不怕我们跟财务法庭申诉吗？几个合伙人都是脸色发白，这种堪称恃强凌弱的商业金融操作有一定几率是会申诉成功的，但希望渺茫。随便你们了。本来这种交易买卖自由的事情，他们就不会受理，更何况这是我们自家公司，想怎么玩怎么玩。你们几个合伙人想要申诉什么？你几个合伙人都是脸色苍白无比，但却无法反驳于默默，因为他说的句句在理。怎么还要继续玩下去吗？于默默笑着，神色丝毫不慌。算你厉害。几个合伙人只能乖乖的办理股权交接，然后愤怒出走。喂，先等一下，叶老板要做什么？你们的钱不要了。谢叶老板提醒，我们不要了。几个人差点被气得一口水喷出来，但在叶阳面前，他们又不敢太造次，只能吃着哑巴亏，默默离开了。姐妹们，现在操盘，让股价涨回来。好的，默默姐。金牌女仆团得到命令，也是开始继续运作，通过购买抬价的跟风操作，直接将红枫国术馆的股价重新抬回了最高峰值，甚至还有过之。老板，完工了，总过程一共投了60亿，营收63亿，这波咱们一共赚了3个亿。你这金融高材生就是牛呀，资金足够的情况下，一下午就能赚3个亿。老板没你想的这么容易的，这个操作偶尔搞搞还行，每天都这么搞，等散户回过神来，会导致有一天直接崩盘，那时候就是砸进去的几十亿本金都血本无归了。但总之这次咱们成功了，干得漂亮，晚上好好奖励你一番。呀，老板你坏死了。萧小竹和萧清玄眼神奇怪地打量了一番于默默，一旁的张洪峰也是长长吐出一口气，无论如何总归是内心舒服了许多。默默转过身，准备彻底离开这个他为之倾注了多年心血的国术馆。张老先生，叶阳叫住了张洪峰对方的资料，他也听于默默说过了，这位老人是真的对华夏国术有着很深的热忱，是真心想要发展弘扬国术之人。若不是这几年商业化入侵，国术馆被这几个合伙人搞得乌烟瘴气，也不至于让洪峰国术馆落得现在这个局面。叶先生还有事？张洪峰回过身，语气算不上客气。虽然叶阳帮他赶走了合伙人，出了口恶气，但在张洪峰眼里，叶阳终究还只是个商人。如今他对商人可没什么好印象，只顾着赚钱的家伙，怎么可能对华夏国术的真正传承感兴趣？当然，我想请老先生继续留下来，我会无偿给您30%的股权股份。用我的名字招摇行骗交假武术吗？红枫国术馆就已经是最好的牌子了，有没有我这个糟老头子其实不重要。恰恰相反，看了刚才那些，你还觉得我在乎红枫国术馆盈利与否吗？我身家几万亿，流动资金都几千亿，红枫就算被于默默撑得再大，总市值也就几十个亿，对我来说完全是九牛一毛。就算红枫完全不盈利，我也并不在意。的确，叶先生行事不循规蹈矩，超乎凡俗，的确是我这么多年来少见的几个尚有风骨之人。我留你在红枫，恰恰是想要让华夏国术彻底发扬光大起来。我已经决定了，红枫从即日起对华夏及20岁以下学员实行免费教学，任何人都可以来接触真正的国术。我华夏传我，传承几千年，未来也会一直传承下去，永久不衰。叶先生，此话当真？张洪峰难以置信地看着叶阳，连称呼都是变了。君子一言。叶阳随即便是看向于默默，回头帮我收购个广告公司，专门针对这个事打广告。我要此事各地皆知，除了买广告公司的钱，我再拨给你10个亿广告费。这一套操作下来，至少也得几10个亿啊！老板的资金库还真是个无底洞，四市海水不可斗量啊！叶阳倒是并不在意这些，如今他账面上的钱都几千亿了，留着钱不花干嘛？烧钱也是有钱人的乐趣之一。
怎么样，张老还愿意留下吗？叶阳笑着问道。当然，这些年像您这样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股份什么的我都可以不要，只要您是真心想让国术传承下去，老头子我可以无偿教学。不必如此，就当是给您的养老费，以后也有个保障。老头子我身子骨硬朗得很呢。张洪峰明显比刚才腰都更直了，整个人精气神都上来了，像是年轻了20岁一般。不过看叶阳一再坚持，张洪峰也是收下了这30%的股份。按照现在的市值，张洪峰一下子就从一无所有到身价10几个亿了。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倾尽所能。我相信老先生。叶阳笑着点了点头，这边的事情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也是打算先回去了。叶老板慢走。张洪峰微微躬身，神情之中也是有着一丝激动之色。嬷嬷姐今天真是太厉害了吧，简直是股市里指挥千军万马的女将军。萧小竹很是羡慕于嬷嬷。没有啦，其实因为主人招的这些姐妹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才会这么顺利的回去，还要好好感谢几个小姐妹。对，不能忘了他们的功劳。走，先去糕点城走一圈。糕点城买点好吃的回去，奖励奖励他们。太好了，老板怎么这么看小竹？萧小竹咬着下唇，明知故问的笑道：“你看起来可比糕点好吃多了。”叶阳倒是没什么隐藏内心想法的意思，毕竟坦荡也是神豪该有的品质。咦，臭老板！萧小竹被叶阳这直白的话语搞得小脸通红，不过内心又有些小期待叶阳再进一步对他做些什么。很可惜，叶阳撩完就闭眼，装作无辜路人，撩完就跑，渣男。萧小竹吐了吐香舌，不过内心却是很开心。刚下车就听到了一旁的叫卖声：“切糕！”以前可是听过类似切糕一道，小马流泪；切糕2道，思琳痛哭；切糕1道，京都一套房的话。今天我倒是想看看这切糕究竟到底能有多贵。关于切糕的种种传言，也是让周围来糕点城购物的市民躲得那小车远远的。推小车的几个商贩也是很无奈，看来卖的东西太出名也不太好。这切糕怎么卖？这年轻人居然敢去问切糕的价，我看他1个月工资没了。是啊，太惨了。1个月工资？什么切糕1斤几十亿啊？叶阳惊讶地问道。不，这位先生，咱们这个正宗的切糕1斤300块。小贩被叶阳的话吓得手都抖了，不过说完之后，还是偷着瞄了叶阳一眼，生怕叶阳听到这个价格跑路。吓死我了！原来这么便宜的，我还以为1斤几个亿呢。这小子口气也忒大了，估计是带女朋友出来不想丢面子吧？哼，想装面子而已。不过说起来，他女朋友们还真漂亮。围观者们都是感到了事情有些耐人寻味起来。这样好了，我给你个地址，你把车开到那，你这一车我都要了。我这一车少说也得100多斤，算下来的几万块，您确定吗？当然，多少钱？刷卡吧。老板稍等下。几百块1斤的小零食，若是放在大学时候，肯定是想都不敢想，但如今听起来，第一反应却是怎么这么便宜？果然时间会改变一个人啊！我靠，那张卡好他们眼熟啊！我想起来了，我在网上搜过，这就是百夫长黑金卡，卡中阵亡。那又咋了？卡好又不一定代表他存款多。又咋了？有资格拿黑金卡的，哪个不是身家1万？人在华夏区透支额度就有100个亿。那岂不是说他刚才说1个月工资几十亿，说不定是真的？醒醒，这种级别的大佬还开什么的工资呢？人家少说也有个市值几百亿的大公司了。叶阳笑着摇了摇头，买切糕只是为了满足之前的好奇。真正高级的甜品都在糕点城的内部，越往里面走，人就越少，因为里面糕点价格直线上升，普通人连进都不敢进去，怕被伤了自尊。刚走进紫苏园的门，就看到一个暴发户老板假模假样的揣着一个公文包，给我来1斤你们这最贵的糕点。对不起先生，您不是我们店的会员，所以需要先提供资产证明。笑话，买点吃的还要资产证明？看到没？这卡里100多万，够不够？暴发户老板扬了扬手中的金卡，他也是第一次带妹妹来魔都，正好妹妹喜欢吃甜品。对不起先生，您卡里这点余额，买龙须糕的边角税渣都要先赊账。你说什么？暴发户懵逼了。先生，本店最贵的是龙须酥，龙须酥在古代可是规定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享用的，用料和做工都达到了糕点的极致，每斤售价都在666万华夏币。你这卡里的余额顶多买1两龙须酥的话，可能也就指甲盖大小。导购小姐甜甜的笑着，每说一句话，那暴发户老板脸色就苍白1分。你们这是诈骗！如果没有购买意向或者没有购买能力，就先去外围的那些店铺，那里的糕点比较便宜。你说我穷，我就不信有人吃得起600多万1斤的糕点，简直是搞笑。一旁的叶阳看着这暴发户脸红脖子粗的样子，也是好笑的摇了摇头。导购小姐姐见暴发户死缠烂打，并不打算再理会他，反而是转向了叶阳。先生，你需要买点什么？就买你刚才说的龙须酥吧。这段时间的经历告诉他，吃的价格高一点还是有它的道理。几百万1顿的大餐和几十块的快餐，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更何况这个价格在他眼里也不算很贵，买来尝尝鲜也好。不是，你都知道它价格了，还敢买？真能装，打肿脸充胖子。叶阳则是根本没理会他，这种暴发户突然有了点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看着很牛气，其实身家加起来可能也就几千万，还没他一辆车贵呢。先生要来多少呢？小姐姐眼神一亮，叶阳这么帅气，穿着又有内涵的小哥哥，可比暴发户养眼多了。先来个20斤尝尝鲜吧。
小姐姐直接愣住了。虽然在顶级糕点店打工能接触到很多富豪，但是一出口就20斤龙须酥的，还是第一次见。先生，我没听错吧？我像是在开玩笑。叶阳摊了摊手，亮出了百夫长黑金卡。对不起，先生，是我刚才失态了。不过我们每日只制作10斤龙须酥，所以……那倒是可惜了，那就先来10斤吧。好的，一共6660万元，已经刷卡了。6660万，不该是6666万吗？在场的人都是朝暴发户翻了个白眼，这文化水平实在是有够惨不忍睹的。妹妹也是脸色燥红，赶紧拉着暴发户走了。走了，别留在这里丢人了。你们笑什么？怎么感觉你们在拿我当白痴？就是6666啊！我当初数学可是学的最好的学科了。这种人也能发财，真是醉了。先生，龙须酥已经为您打包完毕，我们会安排专车送到您的住宅。你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买的，咱凑1个亿的。叶阳转头示意于默默几个。好嘞，老板。他们几个常跟在叶阳身边，对于他的超能力已经非常熟悉了，但店员和店长可就不这么想了。咱凑5个亿的，听听，这客户说的是人话。即便是最顶端的奢侈糕点店铺，除了招牌龙须酥，其他的糕点差不多也就10万、几10万华夏币1斤，这真是一道超级神好了。又买了不少各式各样之前闻所未闻的糕点之后，叶阳才是带着3女走出了紫苏园。叮，检测到宿主消费1亿8600万华夏币购买甜品零食，奖励烹饪技能。拥有此项技能，您将在任何烹饪领域达到人类目前的巅峰水准，烹饪出人间最佳的美味。烹饪技能本身并不会做饭，到了我这个地位身份，也并不需要自己做饭，但总归是技多不压身了，回去倒是可以好好的露一手了。老板，我按照你的要求收购了一个华夏排名前列的广告公司，花了几百亿，约好明天去谈收购具体事宜，你要去吗？这点小事，还是你和方涵2个人去干就好了。就知道是这样。于默默嘟了嘟嘴，想来几百亿的小单子，老板也懒得出面。其实他是想要叶阳多陪陪他，不过既然叶阳并不想出面，就只好他自己去了。咦，小紫。喂，老哥，咱游轮餐厅到了，晚上一起来吃饭啊。游轮餐厅？老哥，你不会是忘了你花了1个亿买个游轮吧？真是贵人多忘事。可这不是事情太多吗？这点小事我也没放在心上。好了，不逗哥哥了，晚上婉柔姐也在哦，她很想你呢。叶小紫言语之间也是透露出几丝你懂得的意味。挂了电话后，叶小紫被李婉柔狠狠地揉搓了一顿。放过我吧，婉柔姐，我在实话实说而已呀。你知道你刚才那口气像啥吗？不知道，那我可是月老，你和我哥要是成了，还得感谢我呢。对了，说到小紫，保利的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那个王思林怎么到现在还在装王八，缩着不动啊？王思林，看来他是不打算道这个歉了，想装死把这个事挨过去，不可能。叶阳直接拨通了王思林的电话。喂，叶老板，你就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叶老板指的是你侄子在学校里差点强制了我妹妹，这账你打算这么翻篇，不给我个说法？这件事我听说了，叶老板，这件事呢，我侄子也没把你妹妹怎么样，反倒是你把我侄子揍了一顿，我也不计较这个事，已经算是给老板你面子了，你居然还让我去当众道歉，给我面子。听你这个口气，你还想我妹妹出事？明天是我给你的最后机会，你不来，益达执行董事这个位置你就不必再做了。叶老板，你这……在叶阳挂了电话之后几个小时，这份关于叶阳的详细信息报表终于被递上了他的办公桌。要是早点看到这个报表，刚刚我也不敢那么跟叶老板说话，太恐怖了，简直太恐怖了！给我准备个飞机，明天我要飞魔都。老板，明天魔都没有什么商业洽谈，您在深城的会议。不要问这么多，我让你安排，就快去准备。什么会议都给我直接推掉，没有什么事情比我现在这件事更急迫。是，老板，希望一切都来得及。哥，你来了。叶哥哥好。李婉柔小脸一红，有些娇羞。好，走，先去看看咱们的游轮。好的，游轮案，这不得值几个亿啊！我还是第一次见真正的私人游轮，太豪华了，啥时候我也能买得起这种超级玩具呢？孙汪洋也在这里住。这不是叶小紫吗？怎么是你？本来心情挺好的，一看到你就恶心的反胃，吃饭的胃口都没了。哈，傍上个秦哥哥就是不一样哈，连我都敢对了，你那秦哥哥也就是玩玩你罢了，过几天你被玩腻了，就被像垃圾一样丢了，看你还神气什么？你在说什么？你说的怕是你妈生你之前的经历吧？你找死！我找死？我看是你在找死。我叶阳的妹妹也是你这种母猪配指指点点的。你骂我是什么？母猪？你就是叶小紫那个富二代，叶小紫在你眼中也就是个母猪吧？嘴巴放干净点。萧清玄目光一冷，杀机轰然释放，被吓到的孙汪洋一时间也不敢出口成脏，只能嘲讽道：神气什么？再牛也就是个富二代，看到这游轮了没？这才是有钱人富一代玩的东西。哦，是吗？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大了，我可警告你，这游艇就是我傍上的男朋友的，比背景我可不比你们差，你们对我给我放尊重点。敢问你男朋友是谁啊？你们知道这临江小区都归一个超级富豪所有吗？没错，
那个超级富豪就是我男朋友，这游轮就是他买来给我当玩具的，看了没？这下子，连一旁围观的知道内情的大妈团和女学生团都是哄笑起来。你们都在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说小姑娘，你说的那位富豪，就是你正在对的这位小哥啊。我看你这视力不太好呢，男朋友站在面前都认不出来。哈哈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疯了。什么？怎么可能？这尬得我直接脚趾头在地上扣了一套江景别墅。好了，停止你无意义的吹逼吧。现在我们也该来算算总账了。算账？你要干什么？警告你，不要对我图谋不轨，我要告你。放心，我相信只要是个发育正常、心理也正常的男性，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你欺负我妹妹的账，今天打算怎么还？欺负就欺负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是女人，男人无论任何情况不能打女人。这是哪里看来的歪理？老板，这女人看得我都来气，不然我替你代劳。不必了，我今天就来整治整治这个歪理。你要干什么？你会游泳吗？你说什么？回答我的问题。不会，不会。既然如此，我今天便请你做件事。做什么？我爹可是超级大老板，他要是知道我受了欺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为了你这个他甚至可能连名字都不记得的私生女吗？叶阳冷笑一声，再也不废话，直接一脚将他踹飞。我请你洗个澡。孙汪洋直接被这一脚踹进了江水里。随他扑腾吧，不死就行，折腾够了再捞上来。叶阳对后面的赶来的小区保安吩咐道：“明白了，老板。”叶阳微微点头，便是在一众租户羡慕的眼中，带着李婉柔和叶小子、萧家姐妹上了游轮。挺舒服。我看大家都表演点才艺，凑个热闹，怎么样？老哥，你唱歌不是挺好听吗？跟婉柔姐合唱一首啊，我给你们录视频，嗨嗨。好啊。走到了李婉柔身边，叶阳也是点了一首适合男女合唱的，有点甜。叶阳和李婉柔一人一句，唱着唱着，眼神便是交汇到了一起。这轻松甜美的旋律，配合着两人都堪称专业的嗓音，整个游轮露天台中，所有人都是目不转睛的看着台上的叶阳和李婉柔。这也太配了吧！哎呀哎呀，这哪里是有点甜，这简直太甜了，郎才女貌啊！于默默则是抿着唇，心中有些微微的失落。跟这样完美的女孩比，我还是太过平凡啦！我一定要努力，就算做不成她身边最耀眼的女孩，也绝不到最平庸的那个。真好啊！我说阿姐，你是不是喜欢咱们老板啊？萧清玄对了对萧小竹，坏笑道：“不要乱说，咱的只是保镖而已，喜欢就直说了。姐姐你这么优秀又温柔，老板也会喜欢你的。像我这样的就不行了，又不懂啥叫温柔，只会打打杀杀，老板估计看不上我。这样的男人，哪个女生跟他相处久了能不喜欢呢？”说的也是，可惜老板只拿咱们当保镖爱，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老板到手。我这里有10箱软精散和迷魂香，还有点夏天到了，需要吗？算了吧，我要靠自身的实力征服他。没想到叶哥哥你唱歌这么好听啊！我游泳也不错呀，要不要比比？叶阳深邃的眸子看着李婉柔，嘴角也是挑起一丝邪笑。好啊。第二天，叶阳开着跑车送林婉柔回学校。好大的排场！止步！怎么？出示保利高中学生证，闲杂人员今天无法进入保利高中。你们是保利的保镖？不是，哪来那么多废话？学生证。那谁给你们的权利在这里堵路？你个小毛孩子，说了你也不懂。今天保利可是要来一个大人物，这大人物的名字说出来，就算你们爸妈都得敬畏。劝你们还是老实点接受检查。他们自然看得出来叶阳开的是豪车，但也仅仅将叶阳看成了普通富二代，跟王思林这等曾经的华夏首富一比，自然是差着不知道多少个级别呢。大人物，说来听听。我说出来怕吓到你。华夏首富王思林听过没？曾经的。一旁的李婉柔补充道：“曾不曾经的人家也当过首富。”啊，他呀，我当是什么大人物呢？让我们进去，他来就是为了见我的。这小伙看着挺俊，可惜脑子有些问题。人家可是华夏首富，还能为了见他来？搞笑呢，怕是把自己当成新一代的华夏首富了吧？你们不信？好了，别做梦了，赶紧把学生证拿出来，王总马上就要到了，耽误了人家大事，有你好看的。他还没来，那正好了，我就在这等他。叶阳哥哥，王思林怎么突然来了？是不是因为上次的事情来找你兴师问罪啊？兴师问罪？不，他是来给小子道歉的。道歉？真的假的？那可是王思林呐。王思林可是商界的超级巨擘，叶阳哥哥再牛，打了人家侄子，人家不问罪已经了不起了，还专程跑过来替他侄子道歉，不敢相信。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叶董，没想到咱们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这种情形下。是啊，难道你是打算在这里聊我们之间的事情吗？当然不是。王思林转身看向保安的时候，脸色已经从惨笑恢复了上位者的霸气。还不快把路卡放开！谁给你们的胆子，敢拦叶董事？是。几个保安都被吓得手脚冰凉，躬身对着叶阳道：“叶董请。”叶阳回到车上，一脚踩在油门上，管都没管旁边的王思林，径自就开进了保利高中里。这董也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闭嘴！以后你嘴里不许再出现类似词汇。他如今才是一达真正的主人，对待他要比对待我还要尊重。王思林和秘书都走了，只留下原地石化、完全呆住的保安。我刚才听到了什么？那个年轻人才是一达真正的主人，耳朵没聋吗？而且
这话居然是从王思林王总嘴里亲自说出来的，怪不得刚才那年轻人居然那么自信，说王思林董事长是来找他的。叶阳带着叶小子等人进入了保利高中的广场。作为私立贵族高中，利高中内部的设施和装修也是奢华无比。这王思林看到这阵仗，怕是脸都要气白了。这种大人物道歉是损失面子的事情，自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一会儿王思林到了，只是想想就能感受到他那尴尬到极致的心情。王思林看到这堪称盛会的场面，王思林脑子嗡的一下就空白了。这谁安排的？老师已经做好了要给朱叶阳面子的准备，但他也没说要把脸丢光啊！这什么鬼？真怕今天这事不能传得天下人尽皆知。王董，是保利的校长自作聪明，才举行了这个欢迎仪式。老子回去直接把这学校买了，把这校长给炒鱿鱼了。同学们快看，这就是华夏最著名的企业家益达集团董事长王思林先生，让我们郑重的欢迎他的到来。李丽丽校长摆出她练习了半天的招牌假笑，只是这笑容落在王思林眼里，分外的欠揍。全校师生都是发出了热烈的掌声。现在，让我们有请著名企业家、华夏首富、资产几千亿的超级商业大佬王思林王董事长上台讲话。李丽丽校长继续不知所措，直接抬起了话筒，兴奋地嚷道：“王思林想达人的心都有，但依旧只能硬着头皮走上了讲台。其实我并不是今天站在这里最成功之人。”王董事长，您也太谦虚了。李某虽然教书育人，也有丰功伟绩，但实在是不敢当比您还优秀啊。李丽丽还以为王思林要商业互夸，表扬一下自己，会错了意，直接开始自恋的推脱起来。王思林看傻子一般的看着李丽丽，将李丽丽看得尴尬无比。看来咱们王董事长说的是另有其人啊。不错，他就是我们益达集团真正的最大股东，也是我们益达真正的控股人，我的老板叶阳，叶先生。王思林大手一挥，反正今天注定要丢脸了，那还不如先把叶阳捧到天上去，给这样的超级大佬道歉，一切就都显得理所应当了，自己面子也能以退为进的保住。王思林话一说出口，整个广场直接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懵逼了。王董，您是开玩笑的吧？王某何曾开过玩笑？王思林冷笑一声后，再度热情地看向了台下。叶董如今也在保利高中，我今天来也是专程为了叶老板而来。现在有请叶阳、叶董上台。所有人的目光都顺着王思林的目光移动，叶阳和叶小子、李婉柔、萧清玄四人突出了出来。他不是前几天报道了王太昊的那个神秘青年吗？据说他背后势力滔天，所以王思林前些日子才没有追究他打了他儿子的事儿。如今看来，根本不是人家背后势力滔天，是他本身就足以只手遮天啊！我的天啊！李婉柔张了张嘴，虽然叶阳之前说过王思林是找他来道歉的，但他并没有说他的身份竟然高成了这个样子。叶阳哥哥竟然是闻名华夏的益达集团的实际控股人，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我那天就告诉过你，我让你惊讶的事情还多着呢。现在这句话依然适合送给你。说完，他便是带着萧清玄和叶小子一同上了演讲台。这个男人还真是璀璨到了极致啊！居然这么年轻，简直不可思议！益达地产的实际控股人，这也太梦幻了。怪不得这几天王思林都没有什么大动作，感情人家是他老板，还敢有啥动作啊？操场之上，各种二代都是议论纷纷，感觉有些不可思议。毕竟益达实际控股人这个身份实在是太过令人惊讶了。叶老板，大家想必都很惊讶，我们这位新老板确实是喜欢低调。如果他公示自己的财产，那么他早就成为家喻户晓的华夏新首富了。王思林不遗余力地吹捧着叶阳，尽力想给一会儿自己的道歉营造好台阶。真的假的？华夏首富，新的华夏首富就站在我们面前。台下再度爆发出议论之声，大家都是目光炯炯地盯着叶阳，男生眼中露出了憧憬，女生眼中露出了崇拜。华夏藏龙卧虎，低调之人也不少，我想我也算不得什么首富。他确实不想担这个名号，出名并不是什么好事，出门不知道多少个狗仔要盯着你，生活都会变得很麻烦。安安静静当个神豪，享受着世间最美好的一切，不香的。所以他是真的不想出名。看来传闻是真的，华夏福布斯上也就图一个乐，真正的有钱人都低调得很，说不定还有什么隐世大家族呢。少看点小说吧，你入戏也太深了，还隐世家族，我还修仙呢。王思林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心中也是松了口气。大家想必有不少已经知晓日前我侄子与叶老板的妹妹之间发生的事情。王思林继续说着，说到这个，场中原本的热闹一下子寂静下去。毕竟这件事很敏感，是超级大佬之间的个人恩怨，听到这种事他们都下意识屏住了呼吸，期待着下文。这件事确实是我侄子做的太过分，我已经严厉地教育过他。当然，叶老板当天就已经对我的侄子王太昊略施小惩，他也因为这件事住院至今，不能今天亲自来道歉。对这件事，我和叶老板再郑重道歉。王思林脸色不红不燥，为了生意和公司，当年叫人指鼻子骂他都得当成是夸他，不过是侄子做错了事给人家赔礼道歉而已，算个什么？更何况叶阳的一切已经得到了他的承认和敬畏，跟这样的超级大人物道歉一点也不亏面子。别单跟我这道歉，需要被道歉的是我妹妹。也请小子同学能原谅我的侄子，我愿意以益达集团5%的股份来和解。你觉得这道歉怎么样？
叶阳笑着问叶小紫，言下之意便是不满意就让她再重新道歉。我觉得足够了。看来我妹妹已经原谅你了，但是你的股份赔偿要是这个基础上的2倍。在场的师生全部都是倒吸一口凉气。王思玲心中一颤，不过权衡之后，她也只好点头。好，10%。天啊，王思玲居然答应了，以后叶小紫也是身家千亿的超级小富婆了。之前她登不上校花榜第一，就是因为她出身平民。今天之后，校花榜第一的投票怕是要变了吧？也是，李婉柔一个家族也就上千亿财产吧，这下加一起都没叶小紫一个人多了，真是让人不敢置信啊！千亿富豪居然就这么诞生在我的眼前，他妈的，羡慕死了！就算是各类二代们，此时也是眼红无比。上千亿，华夏能有这个资产级别的，加在一起能有多少？如此，今日的事情就到这里吧。好的，叶董。老板，是广告公司打过来的，具体内容说来听听。他们看到老板您如今的热度，提出了一个宣传方案，想请您批示。如今叶阳既是广告公司的主人，又是这次任务的发布者，对叶阳广告公司的高层自然是无比重视。毕竟像叶阳这样为了打个广告，连带着把广告公司都给收购的狠人，他们还是第一次见。这个方案蛮有想法的，我批准了。要我去拍视频的话，我也会全力支持。我要和老板一起去拍视频，我也要。萧清玄和萧小竹连连自告奋勇，毕竟对于功夫这方面，他们也是内行。总觉得你两姐妹说的话有些怪怪的，既然如此，就这么定了吧。于默默点头，开始联系那边的负责人。很快，假定广告公司那边便是给了具体的日子和详细的计划安排。走吧。这就是魔都青海影视城了吗？看起来倒是不错。老板，你随便看一眼就能看出影视基地的好坏。我说这些女演员长得都不错。老板，你也太直接了。刚进影视基地没一会儿，便是有着许多穿着制服的人开始侵入。这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应该是来了什么大明星。这排场倒是够大的，好嚣张啊！这是谁啊？这么嚣张？肯定是耍大牌的大牌呗，咱们这些跑龙套的又能说什么呢？赶紧去领盒饭了。叶老板，这便是假定广告公司的影视部主管李小丽，也是这次拍摄的组织人。叶阳微微点头，虽然早就听说公司这位新主人年轻有为，但真正见到叶阳的时候，李小丽心中依然忍不住惊叹起来。这看起来也就20来岁啊，正常来讲还是大学刚毕业，在某个公司苦逼的做实习生的年岁，但人家已经是一达实际控股人了，身价至少几千亿，而且为了拍个广告，直接把自己所在的假定广告公司给买了，这等大手笔大气魄，可谓是平生仅见。柔媚的眼神打量着叶阳，这样的新老板真是看得人眼馋啊。不过当他看到叶阳身边站着的3位年轻靓丽、光彩照人的女孩之后，内心也是收起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叶老板，请跟我来，咱们的拍摄团队和场地都已经准备好，等您过去，我们就直接开镜。好的。很快，几人便是在李小丽的带领下来到了1号拍摄场地。刚到1号场地，叶阳便是感到了一丝不对，前面的人都是聚在了一起，似乎起了什么争执。怎么回事？主管，他们要抢咱们的场地，您要是再晚一点，他们就动手赶人了。李小丽一瞪眼，眼神不善地看向了另一边。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连定好的场地都敢抢，还有没有点规矩了？呵，规矩？余缺还不是看谁大牌，谁话语权大。一个小小的广告公司而已，也敢嚣张？你可知道我们车里这位主是谁？是谁也没资格抢我们定好的场地。真是不识趣，车里这位可是华夏新晋的流量天王陆坤坤先生，给坤坤先生先用，理所应当。你们知道我们家坤坤1秒钟能赚多少钱吗？你耽误得起人家时间吗？你们若是不让这个场子，坤坤背后2.5个亿的粉丝可不答应。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呢。我们老板耽误1秒钟亏损的钱，你们怕是一生都赚不来。哦，你老板是谁？口气倒是挺大。在华夏如今脑残多得很，一个流量明星被造出来，价值高得很，甚至赚的钱比一部分上市公司老总赚的都多。所以这些本身完全没什么本事，纯靠脸吃饭的流量明星，渐渐完全看不清自己的定位，有的都开始耍大牌了。陆坤坤就是其中之一。怎么回事？见李小丽交涉了半天也没什么效果，叶阳皱眉走上前来。老板，李小丽心中一颤，不过还没等他解释什么，一旁的陆占坤经纪人便是跳了出来。就你是他们的老板啊？既然也是混娱乐圈的，陆坤坤听过吗？陆坤坤不认识。你一定是在装傻。我们坤坤在华夏2.5亿粉丝，怎么可能还有人不认识坤坤？经纪人不敢置信的道。2.5亿粉丝，1亿9900万是刷的吧？你还是经纪人呢？一个流量明星而已，自己究竟有几个脑残粉？自己没点数吗？李小丽直接开队，在泛娱乐圈，除了要靠流量明星赚钱的那几个老板和自以为自家偶像天下皆知的沙雕脑残粉。你敢这么说我坤坤？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女经纪人本身也是个颜狗，是陆坤坤的脑残粉之一。正常人谁脑子抽了做流量明星的经纪人？这种流量明星纯靠卖脸，根本没几年火头，等几年过气了，流水线上自然会产生更多的低价值流量明星代替老一代。怎么回事？车上走下来一道身影，叶阳一眼看去，看了个寂寞，不由得转身问向于默默：这家伙是男是女？在场的广告公司剧组都被逗得笑了出来，这话问的太狠了，刚才跟对方发生争执，内心产生的不快瞬间瓦解了。可能，大概也许是男的吧，你看他还有喉结呢。
那看来确实是难的。你们什么意思？这几个人都是哪来的？给我轰出去！我的时间你们耽误得起吗？我这几天心情可不好，我一个不高兴，小心你们以后在娱圈都混不下去。说话跟个太监一样，口气倒是挺大。法了天了，你完了！我告诉你，敢不敢报上姓名？信不信我明天就将你彻底逐出娱圈？坤坤被戳中了痛点，直接撕破脸皮。老板的姓名也是你这种的玩意配知道的？好大的口气！你们不报家门，就以为我查不到了吗？呵呵，我背后可是金逸娱乐，关系网遍布整个娱乐圈。你们今天得罪了我，以后别想再在娱乐圈立足。等等，你刚才说什么？于默默愣住了，差点就笑出声来。金逸娱乐，你们不会连这都没听过吧？这可是娱乐圈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市值100亿，捧红了很多顶流。你们得罪我们家坤坤，算是你们有眼无珠。怎么样，现在知道怕了？叶阳一行人都是忍不住笑出了声来。你们笑什么？笑什么？你脑子抽了吗？区区一个流水线上被捧出来而已，连你们金逸娱乐的真正主人也敢顶撞。你们在说什么胡话？站在你面前这位就是千亿对赌，收购你们金逸的叶阳。叶老板，这事儿连我都知道，真不知道你这种饭桶是怎么活在世上的。这个时代真是头猪，被包装都能当流量明星了。这不可能！默默给金逸现在的高层打个电话。于默默连拨通了那边的高管电话。喂，于秘书，您请指示，我是金逸公司执行董事王震。声音一出来，坤坤便完全崩溃了。这下可好，装叉直接装到自家老板头上了。老板，坤坤的声音瞬间抖了起来。他很清楚，自己这种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流量明星能火，纯粹是因为运气和背后的资本加持。一旦资本撤资，没有了曝光，那么他娱乐生涯马上就会结束了。现在还要一句话把我撵出娱乐圈？不，老板，我错了。老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一旁的经纪人也直接被吓傻了。谁能想到，一个看起来如此年轻，看起来像是人气明星一样的男生，居然就是金逸的新老板啊！我的公司居然有这种工作能力如此差劲，职业素养如此之差，谱和脾气却顶到天上去的家伙，还真是给我长脸啊！我看未来1年你都待在家里好好反省反省自己吧，所有的活动你也都不用参加了。老板，你不能这样啊！老板，你和金逸的合同是5年，你若是不服，也可以支付违约金跳槽喽。违约金？坤坤说话都结巴了，他就是个娱乐公司用来敛财的工具而已。娱乐公司压榨的多狠，只有这些小鲜肉自己知道。说好听点叫艺人，说难听点就是赚钱机器而已。而且未来金逸的主打方向是真正的拍商业大片，拍良心剧，也会培养真正的演员。你这种唱歌跑调，演戏不背台词的，还是别妄想继续在我这混下去了。没事的话，可以滚了。这些嚣张而来的豪车离开时，却显得无比灰败和破落。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本来广告的内容就很简单，虽然是第一次拍片，但是在导演倾心的交流之下，半天就拍完。老板，今晚我们就会将广告的投放渠道搞定，片子也会加急精制出来。明早您就可以在各个渠道方上看到这个广告了。刚才拍广告大家也累了，这个月你们每个人都有双倍奖金。今晚我做东，请大家吃饭。老板，这怎么好意思让您破费？本来这些就都是我们该做的。对呀，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都听我的。今晚请大家吃日料。那老板，咱们去哪家店吃？当然是最贵的。李小丽被吓了一跳，魔都最贵的日料店是和尚日料，人均消费得3000华夏币，剧组算下来得30多人，这吃一顿，稍微吃点好的，不得几10万块。老板，这是不是有点太破费了？李小丽默默咽了一口口水，虽然嘴上说破费的，但她想去那家店也许久了，但背着房贷车贷，每次想去吃，看看兜里的余额，都打消了这个想法。贵，跟我走就好。叶阳没做过多解释，若是刚暴富那会儿，他或许还想展现自己的财力，但现在他都懒得展现了，他已经对神豪这个身份越来越适应了。据说和尚日料是真的请了很多太阳国的超级大厨做主厨的，寿司都是采用最新鲜、最珍贵的食材，口感非常好。可以。叶阳对于默默的敬业也很是满意。说起来，他已经渐渐熟悉身边跟着于默默了，这样懂事又能干的女孩，可不可多得？这餐馆倒是有些日式的味道。魔都第一家米其林3星日料，自然是要精致一些。欢迎光临，上菜吧。没过多久，日料已经上桌。这味道还不错。哎呀，艾米丽，你这手链很贵吧？在哪里跟谁拼的？链接给姐姐发一个。好说，灰灰，杰西卡妹妹，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目标？看到别忘跟我share一下。OK 了。这些女生说话都端着枪，时不时蹦出几句蹩脚的英文，分明是华夏人，偏偏还老给自己起些烂大街的英文名字，听得叶阳尴尬无比。直到上菜之时，这些女生才是原形毕露。我先拍，都排队，别抢蜜的位置。哼，我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穿着珠光宝气的假名媛们争先恐后的准备拍照，叶阳挠了挠眉头，尬得脚趾抠地板。看来网上曝光的假名媛今天还真被他碰到了。姐妹们，你看那个人，吃饭好没品相，一看就是屌丝。就是看着就不贵族，估计顶多就是个开宝马和奔驰的垃圾货色。咱们这些名媛可不要理会这种失败者。呵呵，在这么高档的餐厅还吃没吃相，真是醉了。一旁的剧组人员则都是愤怒了，目光不善地看着这些假名媛。叶阳可是他们最敬重的老板，这些沙雕月薪3000，拼个团来吃最低级的米其林单人餐，就敢嘲笑开宝马、奔驰的伪屌丝了，谁给他们的勇气？看什么看？
说的就是你们这些穷屌丝。就是你们在这里，简直就是败坏了我们吃饭的心情，特别是你。其中明显是领头的假名媛艾米丽看上了叶阳。你这样吃日料，跟在家喝稀粥一样，简直是对米其林3星的侮辱。就是，我们拍照都要摆出个高贵的姿势，你这样一点都不贵族，把你拍进去，这高贵的日料看起来都贬值了。笑死我了！我靠这些月薪3000的虚荣鬼，不会真以为凑钱进来吃个最低消费，拍个照，自己真就是个名媛贵妇了吧？我看他们把自己都洗脑了，太他妈真实了。连带着一旁的剧组人员反应过来之后，也都是笑了起来。你们笑什么？赶紧给我离开这！我才不希望我们的照片里有你们这些穷屌丝，降低我们照片的质量呢。就是，这些名媛被这群人笑得毛骨悚然，不过依然还是连连催赶。小姐，你们再耽误其他用户用餐，本店可就不客气了。叶阳等人如今可是和尚日料最大的贵客，先不论叶阳的身份，光是今晚叶阳点的餐总价值就大几十万了，加上饮品和高端果盘，总消费都破100万了。在他心中，这些10几个人凑一起拼个3000块日料的假名媛，自然不可能比得上叶阳一丝一毫。这老板娘真是没眼力见，我们可是名媛群的，都是名媛，以后少不了要出来吃高档饭店。就是你要是得罪了我们，以后我们就都不来你这里吃饭了，你至少得损失几万块。几万块很多吗？这位先生正在喝的这款清酒，就这么一小瓶，就不止这个价了。这道酥炸天罗腹一道的价格，就比你们今晚消费的单人餐钱还要贵不知多少。还有这道金枪鱼腩生切，老板娘索性一口气把叶阳今晚点的菜算了一遍，这些总价131万8千，就算零头都比你们点的单人餐贵2、3倍。你们有什么神气的？这群假名媛全都是懵逼了，不但他们懵了，李小丽等一干剧组员工都懵了。叶阳点完餐，他们才赶到，所以并不知晓具体花了多少钱，还以为只是吃了个人均几千块的日料。什么叫神豪？这特么就是神豪啊！而且你们刚才居然敢大言不惭地讽刺我店最高级的贵宾，你们知道这位叶先生是谁吗？不知道。这位便是益达的总控人，身家至少几千亿的叶阳。叶董，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敢叫人家穷屌丝的，真是不敢置信。您就是叶阳？最近叶阳叶神豪的名声传播得很快，但真正见过叶阳，知道他长什么样的极少，因此如今知道让王思玲亲自去道歉的超级大佬就在面前之时，这些假名媛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崩塌了。不错，怎么，各位贵族小姐对叶某有意见？不敢，哪敢啊！叶老板，您如今可是闻名华夏，是我刚才眼拙，不好意思，我们先走了。结束用餐之后，大家便是愉快的3、5成群离开。老板，这次广告投放基本覆盖了各大网络视频 App 经销商了，各大平台都投放了开屏广告，除了线上广告，线下的各大广告牌、大屏广告牌也有宣传。广告是昨晚12点投放的，如今反响已经很热烈，现在就已经登上各大视频榜热词第1了。做得不错。老妈，咋突然想着给我打电话呀？没有事就不能给我儿子打个电话了？没有。听小子说，小杨你最近在魔都发财了，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吧？身体怎么样？别累坏了自己，钱多少算多啊，身体才是本钱。发了点小财，就是之前和您说的，自己开公司赚的了。反正以后咱们家就不用再为钱担忧了，我们是投资公司，没什么事做，我每天都闲得很，不会累坏身子的。你就骗你老妈吧，反正就欺负你老妈也不懂这些。我给你打电话除了问你这些，也是想告诉你一件事。老妈，你说。你三叔家的堂妹最近要带同学去魔都玩了，这不听说你在那边工作，所以想让你去接接他们，然后带他们在魔都好好转转。堂妹要来魔都，如今离大学开学还有点日子，应该是趁着开学前和同学出来旅游吧。是的，还有他几个同学，他三叔说可以给你点钱，让你多费费心，多照看着紫嫣。给钱？这倒不必了，三叔还是改不了张口闭口谈钱的习惯，都是亲戚，谈这个干嘛？堂妹啥时候到？跟我说一声，到时候我会接她就是了。好。老板，车已经备好了，咱们可以准备去机场了。好的，咱们出发吧。到了魔都机场，等了一会儿之后，苏子嫣的身形便是进入了叶阳的视野。跟随着苏子嫣的还有2个女孩和2个男生，显然都是刚毕业的高中生，一起约出来旅游的。魔都机场就是不一样啊，真的繁华，看着就和咱们那个小城市不一样。就是，空气中都泛着香甜的气息。苏子嫣身边的2个女孩显然没有太多出来旅游过，此时刚下了飞机，就是你一言我一语，显得兴奋无比。魔都的确很繁华，不过我也看腻了。从小我爹出差有时候也会带着我，这魔都其实我熟悉的很。我说子嫣，你爸非要你那个穷亲戚接机干嘛啊？他虽然在魔都工作，说实在的，可能还不如我这个总来魔都玩的人熟悉玩乐的地儿呢。苏子嫣皱了皱眉，叶阳虽然确实是穷亲戚，但终究也是自己的堂兄。王博涵说这话，终究令人有些不舒服。不过王博涵家里比较有权势，出来玩花的大多都是人家的钱，所以苏子嫣也并没有将不满说出口。
紫嫣，堂兄，这就是你堂兄，穿的倒是不错。不过紫嫣说他就是个打工仔而已，说不定他就是个死要面子，把钱都花在打扮上的骚包男而已。堂哥，你又变帅了。苏紫嫣眼神一亮，虽然她性子有些小骄傲，但是在堂哥的帅气面前，这份小骄傲就显得很淡了。紫嫣也变漂亮了。咦，这位是堂嫂吗？这身材，这脸蛋，这气质，绝了。喂，王博涵，你眼睛都直了。王博涵这才是回过神来，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一个打工仔而已，何德何能搞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简直太丧尽天良了！至少也得是我这样的高富帅才有资格拥有这样的女朋友啊！不，你误会了，她是我的秘书。你好，我叫于默默，叶老板的私人管家兼秘书。一行五人全部都是呆了，这么漂亮性感的美女，简直就是超一流水准啊！这样的超级美女，居然是秘书。叶阳哥哥居然有这么厉害的秘书，说不定是花钱找来撑场面的托而已。一个打工仔还配秘书，骗谁呢？苏紫嫣随后便是介绍了一下几个同学。这是王博涵，家境挺不错的，也常来摩多玩。我们这次出来，大点的花销也都是博涵在承担。苏紫嫣笑着，也是在提醒叶阳王博涵的身份不简单。这位是李潇潇，和我高中是同桌。显然这李潇潇是王博涵的追求目标，不过他有些奇怪，苏紫嫣才是几个女生里长得最好看的，看王博涵刚才那个反应，也是个色虫上脑的，怎么不追苏紫嫣？难不成是已经追求失败了？这位是林诗雨，我们班的学霸，他可是考上复旦了哦。这次来也是顺便看看学校。叶阳前辈你好。林诗雨也是笑着看了看叶阳，无论是哪一款女生，对帅哥总是没有抵抗力的。这是董飞，力气比较大，行李什么的都是他负责。你们倒是分工明确，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殊托我安顿你们，那我就先带你们吃个接风宴吧，上车吧。说着，便是带着几个人走到了卡尔曼国王旁边。这什么车啊？怎么是个杂牌子？叶阳回头诧异的看了王博涵一眼，还以为这他家里多有钱呢，结果连卡尔曼国王都认不出来。看什么？不是我说，老兄，你这穿的还行，单车才是男人真正的脸面啊！在魔都生活，咱也得开个宝马、奔驰啥的吧，不然多掉价啊！就像我爸爸开的就是宝马 X7，顶配170多万，开出去那才叫面子。等我上大学，我爸就准备给我配一个宝马5系，至少也30来万打底吧。老哥，你这都毕业了，还买个杂牌子的大面包，实在是有点寒酸啊！王博涵，你少说2句。苏紫嫣皱了皱眉，显然也是有些不快。哥，这王博涵就是这样，说话不顾人心情，你别介意啊。我倒是不介意，不过我这车怕是有些介意。你这话什么意思？哈哈，没什么，上车吧。行吧，我还是第一次坐杂牌子。王博涵显然很是嫌弃，车门打开，车内空间令所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苏紫嫣瞬间就发现事情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这应该不是普通的杂牌子吧？感觉很像是电视上那些大老板的商务车。几个女生都是睁大了眼睛，开了眼界。说不定是个改装车。王博涵很是不屑。李潇潇忽然鬼叫起来：“你干什么？”王博涵皱了皱眉，偏头看着李潇潇，这女孩是自己的女舔狗，平时挺乖的，怎么今天非但不帮自己装逼，还总一惊一乍的，掉自己面子？这车是卡尔曼国王。什么卡尔曼国王？一个杂牌子，有啥可大呼小叫的？好歹是跟我身边的舔狗，就不能有点眼力？这样大惊小怪，让于默默觉得我也是没见过世面，从此瞧不起自己，可咋整？我不是杂牌子，是卡尔曼国王。我连听都没听说过，不是杂牌子是啥？苏紫嫣倒是清楚，李潇潇这个人有些虚荣，平日里见惯了奢侈品牌，应该不会真的因为什么杂牌车就大惊小怪。此时不由得好奇的凑了过去，看到签度识别的消息，一辆杂牌车也能让你们这么大惊小怪？等有机会，我让你们见见真正的豪车。这卡尔曼国王是真正的超级豪车，小众的顶级品牌，只卖给真正有身份、得到认证的人。什么顶级品牌？售价多少啊？有我爹的宝马 X7 贵。王博涵冷笑一声，说完还骄傲的看了看于默默，好像想表明自己有多出色。然而于默默却觉得他像个没见识的土乌龟。王博涵的无知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可笑地步。李潇潇都证实了是真的豪车，可他非要说是假的。哎，真正的井底之蛙没跑了。按照签度上搜索到的指导价格，卡尔曼国王最低配也要1300万。1300万，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都能买个10几栋楼了。看吧，才1000多少？我操！话说到一半，王博涵才是彻底反应过来，直接懵了。你说1300多万，那岂不是说随便几个零件拿出来，都比我爹的宝马 X7 还贵？这车是我和老板上次逛车展的时候随手拍下来的，比较便宜，落地大概2300万吧。于默默浅笑着，话落还不忘看了看王博涵，看得王博涵直接脸色燥红，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怎么可能啊？他不就是个打工仔吗？啥打工仔买得起2000万的大豪车啊？买不起不丢人，但压根不认识人家开的超级豪车，还嘲讽这车不如30万的宝马5系，这才是真正的丢人。女神不会当我是土包子吧？失败，太失败了！堪称车祸现场的经历，更是王博涵人生第一次巨大的滑铁卢。叶阳看了好一会气，这才开口：“好了，上车吧。有了我这样的地位和资金之后，再看王博涵这种级别的装 X 范，就像是巨人俯瞰蝼蚁。感兴趣的话，看看当时的笑话；不感兴趣，连看都不会看一眼。”好，哎。
姑姑也太谦虚了，叶阳哥哥明明在魔都都混成大人物了，却被他谦虚的称为打工的。看来真正的有钱人都很低调啊。再想想自己的老爹，有点小钱就神气的不行，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他有几百万，这就是差距啊。这就是我想要的白马王子呀！哦，等等我，千万不能让叶阳知道我之前还追过王博涵，当断就断。李潇潇打定主意要换一个财神爷，当即拿出12万分的诚意来，当场甩了王博涵这个钱财神。你看看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臭屌丝，还嘲讽人家叶阳，真是不知好歹！我操！哎，我专属女舔狗怎么突然对自己如此不客气？难道是这个势利眼？你什么你？幸好人家叶老板大气，根本不和你计较，我再也不想理会你这种垃圾了。李潇潇当即甩了王博涵，转身对叶阳献殷勤。叶老板，这王博涵一直死皮赖脸的追我，今天算是看清他这人了，又虚浮又没内涵，幸好我没答应他。像李潇潇这种朝三暮四，谁有食物就跟在谁脚边爬的女人，我可瞧不上。坐远点，我怕被你熏着。叶老板，你好过分呀！再不闭嘴就下车。都听叶老板的，要不是看在你有钱的份上，你真当老娘愿意放低姿态讨好你？哼，等我把你拿下，再好好驯服你。这女人之前需要是我的时候叫我王哥哥，现在不需要了，竟然叫我臭不要脸的，她学的是变脸吧？好了，都是同学，少说2句比较好吧。吼，李潇潇只是我的舔狗而已，没了就没了，我还是好好攻略我的女神吧，可不能让女神真的看扁我。王博涵为了在女神于默默面前刷好感，打算在午餐上找回点面子。我看咱们这午饭就去魔都最著名的汉阁去吃吧，我爸在那可是有白银卡呢，吃饭打95折。汉阁，魔都中餐第一阁。汉阁发卡的时候自然是要求很高，就算是白银卡，也不是谁都有资格拿到的。看来王博涵的父亲地位可能比自己想的还要高一点。能在汉阁吃饭的都不是一般人，都怪我刚才被2000万冲昏了头脑。哎，真该好好观察观察再说的，太失策了。对于李潇潇这个绿茶的想法，叶阳压根没心情理会。于默默请示老板，既然他们想去汉阁，那就去吧。我手中握着汉阁的黑龙卡，每次去都搞老大的排场，也是怕吓到苏子嫣，所以今天本来接风宴打算安排在和平大饭店的，没想到王博阳竟然选择了汉阁，算了，就让他先飘一回。见叶阳同意去汉阁用饭，王博涵原本弯下去的脊梁又挺直了几分，显得自信起来。吼，连这点实力都没有，呵呵，看来也并不是很富有，只是个租车的面子挂而已。刚才居然被这种屌丝给唬住了，还是我社会经验太少了。今天这饭我请，大家不要跟我争哈。汉阁人均一顿饭也就4、5千，几万块一顿，虽然不便宜，但我为了在于默默女神面前装逼，还是请得起的。我看某人这个月工资都用在租车上了，万一再来这种高档的地方消费一次，怕是1年都要吃土了。王博涵，你说话留点口德。我和易阳虽不熟，即便他租车撑面子，也终究是自己堂兄，轮不到个外人冷嘲热讽的。切，有本事做，没本事承认，真是垃圾。王博涵，差不多得了，你要装有钱，我管不着，但诋毁我堂哥可不行。看你是女人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让你见见什么叫真正的实力。针对王博涵显摆的行为，跟他一同来的伙伴没说什么，但看到汉阁装饰，不由发出阵阵感慨。嗨，这场面可真够大的，太震撼了。嗨，不必惊慌，我这贵宾卡有特权啊，原来是白银卡的贵宾待遇，怪不得，博涵你太厉害了。那是不像某些人只能租车充老大。王博涵一仰头，心中装逼的快感得到了满足，快乐无比的看了一眼于默默，人家连个眼角余光都没留给他，不由得感觉有些挫败感。先生、女士，请随我们来，这就是今日为客人们专门安排的天字1号包厢，请各位入座。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太舒服了吧！简直不敢想象，这服务也太周到了，帝皇般的享受。王博涵心中却是七上八下的，之前他还以为这些人来迎接是因为自己有白银卡，但天字1号包厢他可听老爹说过，那可是汉阁最高级的几个包厢之一了。难不成是现在汉阁规矩变了，白银卡也能进天字1号了，能在女神面前装逼，细节什么的都不重要了。那个菜单呢？点菜。因为你们是高级贵宾，所以是不用亲自点菜的。为了节约各位贵宾的等待时间，我们已经提前准备了高级菜品，绝对给您带来最极致的享受。虽然听老爹描述过汉阁的服务一流，但今天这服务貌似好的有些梦幻了吧？那就上菜。第1道月河抄手，第2道荧光夜色，第3道东坡紫竹心。不是都知会对方要低调点吗？怎么还这么隆重？客人们，今天的酒水是江南陈酿的20年女儿红，您请慢用。那些名贵菜我根本不懂，但20年女儿红还是江南陈酿，这得多贵？怎么了？李潇潇才不会顾脸面，如今王博涵重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又起了回去舔王博涵的心思。什么怎么了？这酒是江南陈酿的20年女儿红，这一壶酒至少20万，这一上就是3、4壶，不得几10万打底。我这卡才95折，这一顿吃下来，怕是要把我这个人都搭在这里。李潇潇几个一听王博涵说的话，当即吓得差点手里的酒杯都掉了。我看大家都不要喝这个酒了。我操！你怎么还喝了？王博涵当即就吓得浑身哆嗦，对着叶阳怨怒道：“你知道这酒多贵吗？一瓶就要你好几10年工资，你就这么喝了？好几年工资，整个汉阁资产算一起都不够我1个月工资。请问一下，什么酒要我好几10年工资？
不是，你还真拿自己当超级神豪了，兄弟，你沉浸在梦里无法自拔了。别怪我刚才没提醒你，一会儿买单你自己想办法。正当王博涵发愁之时，门被打开了。唐如国先生，怎么来了？听老爸说过唐如国的大名，这可是一个将餐厅经营的媲美上市公司的枭雄，身后还有大背景。今天居然亲自看到了，这白银卡这么牛逼吗？唐如国仿佛根本没看到王博涵一般，直接与叶阳聊了起来。叶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唐先生，不是说不用那么铺张，低调一些就好吗？唐老板怎么还是亲自来了？叶先生，今天这个接待等级的确是黑龙卡贵宾最低等级的接待了，我生怕叶先生你吃不下去这10万级别的餐饮，所以特意来瞧瞧。当初叶老板可是一顿饭就直接几百万，突然给上个一顿饭只值几10万的简陋套餐，还以为叶先生闹脾气了，还好现在看来气氛貌似还不错。原来这就是最低规格了，我也想低调啊，这实力他就是不允许，太难了。唐老板有心了。不，您可是汉格的黑龙踏金级别贵宾，多重视，多用心，都丝毫不为过。那我便不再耽误叶老板时间了。若是叶老板吃的不顺口，我再让后厨给您做几道国宴。唐如国客气了几句之后，便是转身离开，送走唐如国。叶阳转过身，看到呆愣在椅子上，筷子差点都掉地上的苏子嫣一行人，愣住了。怎么都不吃饭了？菜不好吃，那我再去让后厨换几道好菜。苏子嫣几个一时间脑子都空白了，到现在都没反应过来，吃惯了100万大餐，几10万的套餐太寒酸。传说中黑龙踏金卡的持有者，这一波波冲击令他们直接傻了。刚才唐老板说的是黑龙踏金卡，豪车可以租来，但是唐如国这等超级大佬的嗜好和吹捧，可不是用点钱就能买到的。看来苏子嫣这个堂兄是真的超级大佬啊！堂兄，你这也太哇塞了吧！是啊，连唐如国这样的大佬都亲自来见你，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幸好刚才没有真的回去舔王博涵，不然自己压荒回死。光是唐如国就不知道要比王博涵的爹强多少倍了。如果能嫁给叶阳就好了。林诗雨也是目光盈盈的看着叶阳，他性子文静，但不妨碍他眼光高，一般从出生一直没处到对象的，直到遇到叶阳，才让他确认自己心中幻想的那种完美的男生居然真的存在。这些小孩再有心机，也终究还只是高中的孩子，一个唐如国拜会就给他们吓成这样。要是知道前些天王思林盗窃新闻的主人公说的就是叶阳，这几个不得吓得直接昏过去。此时王博涵已经没有了半分的装逼想法，连吃饭都吃不下去了。得罪叶阳，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不必惊讶，这都是小场面。看来我要对哥你刮目相看了，堂哥实在是太谦虚了，你这哪里是普通打工的，分明是超级大老板级别的了。我已经给你们安排魔都外滩酒店总统套房了，一会儿吃完饭你们就可以去住了，我订了1周的，你们随意玩。外滩酒店总统套房，那可是魔都最出名的几个5星酒店之一，其总统套房是最闻名的，一晚上24万的天价。那里不是号称住一晚上就要20多万吗？我考虑总统套房比较大，房间也比较多，应该够你们住的。要是觉得不习惯，我就退了给你们订起的单间。别，习惯，太习惯了，简直不能再习惯了。王博涵羡慕无比的看着他们，他多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叶老板不告他就已经是宽宏大量了，还请他住总统套房。看什么看？你刚才对叶总那么刻薄，还想住总统套房，真是脸大。李潇潇抓紧机会表明自己的立场，将王博涵一顿损。王博涵气得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叶老板，之前是我眼睛瞎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多担待啊。王博涵此时已经没办法再装死人，只能站出来主动道歉。叶阳一直都没将对方放在眼里过，何谈介意呢？既然如此的话，那今天这顿饭你就请老当赔罪吧。今天这顿饭差不离加一起100多万吧，既然他家里家境还不错，应该出得起，也算是略施小诚。老爹虽然算是有钱人，但资产也就1000万级别，拿出来100万现金，那也是伤筋动骨的。这次回家算是少不了一顿狠揍了。对于叶阳这个处理意见，苏子嫣也没什么可说的，毕竟真要是得罪了叶阳这个级别的大佬，100万能消灾，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还不快谢谢我哥！王博涵早就没有了刚才趾高气扬的劲儿了，此时也是连连给叶阳道谢。酒足饭饱，叶阳便是带着苏子嫣几个前往了魔都外滩酒店。你们就在这先住着吧，住不惯我再给你们重新订其他的套房。这几天你们随意游玩，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就行。好的哥。如今苏子嫣知道了叶阳的身份不低之后，也不再生分的叫他堂兄，直接一口一个哥的喊上了。不过这些细节，叶阳看在眼里，却也没放在心上。向几人告别后，便是带着于默默回到了云顶山别墅。老板，你终于回来了。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东发银行的李行长中午就来了，一直在这里等你。李行长？叶阳对这人还有些印象，他手里第一张黑卡就是东发银行的。那天他去提额，被东发银行的一个女营业员嘲讽，要不是这李行长颇会做人，自己那天就把余额提出来存到别的银行了。让他来见我吧。叶老板，好久不见。李行长今天来，可是有事？是的，我们东发总行牵头，过几天要在魔都举办一场慈善晚宴。这场慈善晚宴将会宴请所有东发银行在魔都的大客户。这个关我什么事？资产过亿的大客户才有资格加入这场慈善晚宴，每个分行都要拉一些大客户过去参加。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叶先生您，就是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赏脸。叶阳沉吟了片刻，慈善晚宴他之前只在电视上见过，听起来倒是挺新奇的。去倒也无妨。那太好了，太谢谢叶先生了。
正客套的时候，门外却是响起了门铃声。主人，你的快递到了，说必须您本人签收才可以。李行长，那我先失陪了。啊，正好叶老板也答应了我们的邀请，我也就随叶老板一起出门了。叶阳与李行长一起走到了云顶山别墅的门口，正看到快递小哥正吃力地搬着一个小箱子。什么东西这么小，却这么重？这也太夸张了。不过出于银行行长的直觉，让他脑海中瞬间闪现出一个词汇：黄金。如果自己猜测的是真的，那这么重的黄金得值多少钱啊？叶阳签了收货单，正当快递小哥放下箱子的时候，一个重心不稳，小箱子直接掉在了地上，箱子磕碎了一角，露出了里面金灿灿的金属。我的天啊，真的是黄金啊！用快递送价值上亿的黄金，这就是超级神豪吗？李行长毕竟是银行行长，对黄金可谓是熟悉无比了。以他的专业能力，自然不难判断，这么一个小箱子，里面黄金至少价值1个亿。饶是李行长都被叶阳这大手笔给震懵了。云顶山别墅内，有，雪儿，怎么终于想起还有我这个老同学了？叶阳哥哥，你说的哪里话？林雪儿的声音明显充满了疲惫，叶阳也是听出了不对。是碰到什么麻烦了吗？我父亲得了一种很难治好的眼疾，这段时间一直都在陪他四处求医，但是都没什么好的办法。昨天才知道，李主任的预约号都已经挂到明年了，没有办法了。叶阳哥哥能不能帮我聊计上？李仁医院，那简单啊，等我打个电话。原来就是找医生挂个号，挂个号有啥难的？叶阳挂断电话后，对于默默说道：“默默，李仁医院那边的接手也是你去做的，帮我找下眼科李清主任的电话。”好的，主任。于默默很快便是找到了李清主任的电话，拨通后递给了叶阳。李主任，我是叶阳。院长有什么吩咐，请说。我朋友的父亲得了眼疾，想要找你挂个号，你看什么时候抽时间见，钱自然少不了你的。叶阳笑着说道：“李清作为全国最强的专业医科主任，已经完全不缺钱花了，所以要是没自己这层关系，家里没几个亿的，怕是连人家联系方式都要不到。”院长，你这说的哪里话？您的朋友还收什么费？不过我这确实预约排满了。这样吧，让您朋友的父亲在下班时间后，我用私人时间给他看一看。给个具体的时间吧。又聊了几句，安排好了时间，叶阳便是放下了电话。得到确切回复之后，也是给林雪儿回了个电话。后天下午6点半，带着叔叔去李仁医院3楼儿科室，李清会在那里等你们过去。真的吗？林雪儿完全不敢置信，居然这么快就约好了时间。放心吧，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好，叶阳哥哥，真的太感谢你了，这次你可帮了大忙了，雪儿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了。小笨蛋，你不是早就以身相许了吗？哎呀，叶阳哥哥，说认真的，要报恩的话，晚上陪我出去参加个活动好了。参加活动？好呀好呀。这么快就答应了，都不问问是什么活动，就不怕我把你打包给卖喽？人家都是叶阳哥哥的人了，卖就卖吧，认命了。其实就是个慈善晚会。慈善晚会吗？我还没参加过，我要好好打扮一下。大概什么时候出发啊？你准备一下，等下我去接你。叶阳和林雪儿商量好之后，便是挂了电话。主人，车已经准备好了，随时能出发。接到林雪儿后，劳斯去四幻影一路疾驰，很快便是开到了慈善晚会的场地。老板，已经排查过了，这里没什么危险。叶阳苦笑着点了点头。有危险就怪了，这里可是东发银行申办的慈善晚会，魔都资产过亿的富豪们今晚要来相当一部分。若是不能保证这会场安全，这些人出了意外，明天魔都的经济就得出现紊乱。叶先生，没想到您真的能来，我代表东发银行对您表示感谢。李行长客气了。晚宴还有一会儿才会开始，我这还要去迎接其他的客人。那叶先生您先自便。好的。点了几杯餐前酒，叶阳也是坐在吧台旁边和三女笑着聊起天来。少爷，你这是看上哪家的公主了？一旁几个保镖都是嘿笑着问道，他们可清楚自己这个少爷的性子。此时张潇眼神一变，他们就品出味道了。那个妞简直是绝了。张潇啧着嘴，不得不说，即便是见多了美女的富人圈，林雪儿这种清纯如雪又美艳动人的，刚进场就吸引了在场绝大部分富二代的目光。你们可认识那人？没见过，没听过，富二代圈子里可没这号人物，估计是个新起之秀。管他是个什么秀呢，老子看上的还没有得不到的。张潇自信无比地走了上去。小姐姐，来喝一杯。张潇举着手中的红酒，眼神带着一丝恶趣地问道。我拒绝。林雪儿皱了皱眉，显然对张潇并不感冒。你怎么回事？不给我张少面子？我们张少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旁边保镖跟张潇作威作福惯了，此时见这女生居然丝毫不给张潇面子，反而直接出声怒对，不由得极其生气。叶阳淡淡的看了一眼张潇，臭小子，看什么看？滚一边去！什么？我耳朵坏了吧？小子，你以为你是呀？让张少滚！保镖都以为自己的耳朵坏了。张潇家里本来就是做暗色生意的，所以行事也很强势和蛮横，所以在圈子里也一直骄横跋扈惯了。就算是魔都老一辈的长辈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倒是很勇啊。那边是什么情况？那个不是张潇吗？黑九天安保的太子爷，天天不学无术，继承了他爹早年的习性，又不怕惹事，算是魔都响当当一个公子哥了。这张潇横行无忌惯了，今天这是碰到硬茬子了。看起来是这样，不过这年轻人我从来没见过，应该是不知道张潇的背景，才敢如此大，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有他后悔的时候。不用等了，怕是马上他就得哭着叫张潇爸爸了。周围的宾客显然都是不看好叶阳，毕竟太面生，而张潇平日张牙舞爪，令人忌惮，看起来更不好招惹。
我数3个数，不管，后果自负。叶阳原本宴饮的大好心情都被搅乱，显然也是变得不耐烦起来。男人有几个底线？父母和自己的女人，敢对自己的女人动歪心思，怕是不想活了。我靠，居然这么刚，不想活了吗？一旁关注着这里的宾客也都是哗然了。我震惊了，这小子这是丝毫不顾及张潇他爸的地位啊！好戏开始了，魔都高层少见的大戏码。旁边的宾客瞬间来了兴致。3，还真像模像样的数上了，呵呵，我倒要看看你能拿我如何。今晚必须跟我一起回家。此话落下，叶阳眼中骤然划过一丝冷锐，也懒得数数了，直接对着萧清玄点了点头。好的。萧清玄早就忍不住想揍人了，此时瞬间出手，根本没有任何顾忌，紧紧一拳，直接将最左边那位保镖的牙都捶碎，崩飞了出来。你要干啥？你可知道我爹是谁？黑九天安保听过没？你要是敢动我，明天我就让你消失在魔都。张潇连连威胁道。叶阳冷笑一声，亲自走到了张潇面前，丝毫没有废话，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整个人狠狠地跌在了地上。快叫九天老爷来！此时，一位黑九天安保的打手直接闯进了海天包厢，神色慌张。在座的诸位黑道新旧大佬们都是皱着眉，看向了这闹事冲进来的保安。平日老是怎么教你们做事的？做事能不能有个稳重的样子？慌慌张张，像什么样子？九爷，不好了，少爷，小儿怎么了？给我马路说。张九天对儿子还是很骄纵的，此时听说事关儿子，直接站起身来。少爷被打了，就在外面，被一个面生的小伙子一巴掌扇飞了7、8米，此时都是昏迷，不知道究竟伤势如何。打手喘了几口气，才是说明白话。岂有此理！张九天气得青筋暴起，不过临走还是不忘躬身跟主座的魔都黑道首座，地位和辈分都是当之无愧第一的超级大佬前夜鞠了一躬，让钱老见笑了。不过这事情处理突然，我必须出面去瞧瞧。我等一同去看看吧。右手座的青阳安保公司董事长董庆阳也是笑着站起了身。我倒是要看看魔都这的介绍，谁这么胆大包天，真敢打你老九的儿子？走吧。整个包厢内，所有如今在魔都黑道混得风生水起大佬们，全都是低头。董庆阳和张九天一左一右陪在其身边。我也随着看看。钱伯言也是沉声道：如今世道变了，他们这些在上个时代挥斥方遒、搅弄时代的，如今是越来越难混。之前都是竞争关系，如今甚至都需要抱团取暖了。张九天的儿子被打了，他们也是出奇一致的选择，一同出面。走在最前面的钱伯言，第一眼便是看到了叶阳，整个人如遭雷击。怎么了，钱爷？他怎么在这？钱伯言似是完全没有听到张九天和董庆阳的询问，独自呢喃着：这张潇小崽子惹的，不会就是叶先生吧？在他愣神和震撼之时，张九天直接走了上去，冲着叶阳怒喝一声：就你打我儿子？是，又如何？你这儿子对我出言不逊，别说是打他，今天你不给我个说法，我连你一起打。够狂！今天我不让你从这楼躺着出去，我就是你生的。少跟我在这攀亲戚，我可不想要你这种不孝子孙。你在找嘎？张九天脸瞬间黑了，在这魔都名流汇聚之地，当场不给他面子，真拿他这种大佬是纸糊的。小子，记住你！张九天刚要说些狠话，就感觉脑壳一痛，他转过身就要破口大骂：钱爷，你闭嘴！你知道你面前这位是谁吗？竟然敢对他不敬！钱伯言沉喝一声，这一下子全场都懵逼了。钱伯言在魔都的地位，谁见了不得恭敬喊声钱爷？而这样的超级大人物，居然如此抬举一个无名小子。钱老，您这是什么意思？这小子打了我儿子，还公然羞辱我，您这是让我直接接过这件事？不，我不是让你接过这件事，我是让你给叶先生赔罪。钱爷，到底为什么？没任何原因，只因为这位叶先生是我钱伯言也惹不起人，你懂了吗？钱伯言说的斩钉截铁，语气也是坚定无比。这么年轻的小子，居然是钱爷都惹不起的人，这实在是太过不可思议了。叶阳先生，老朽先带他赔个不是。今天的事情都是他这小崽子不懂事，嚣张惯了，惹到了您的头上。有什么要求您且提，有我当保人。这小子不敢说个不字。没错，叶先生，您尽管吩咐。之前是9天冒犯了，若是有什么能令您消气的，尽管说。我也并非不通情理之人，既然你都这么说，那随意赔偿点就好了。钱伯言苦笑不语，当初他也是信了叶阳的鬼话，被一句话敲诈走了20多个亿，多年来剩的点存款全他妈被坑走了。也不多，就让你10个亿吧。见张九天不为所动，叶阳不耐烦问道：怎么嫌多？不，10个亿就10个亿，这次算我栽了。多谢叶先生这次高抬贵手，9天澄清了。很好。叶先生你放心，我监督这小子赔钱，一定让他尽快给您凑够这份赔款。没事的话，就不要在这里惹人瞩目了。叶先生，我们就先告辞了。钱伯言说完，示意几个手下把的张潇赶紧抬走，便是带着手下几个赶紧离开了。钱爷，刚才在人前不方便说，现在总该告诉我了吧？我真不明白，一个后生而已，看起来也就20来岁，还有什么资格让您都如此给面子？飓风安保，你可听过？自然听过。如今国际第一灰色公司，无论是实力还是神秘程度，都是世界第一。怎么，那小子跟飓风有关系？何止有关系，这叶阳很可能就是飓风的核心高层。这下你懂我刚才为何对你那般了吧？明白了。若不是钱爷你，我怕是命不久矣。你们也给我听好了，约束好自己的小弟，日后在魔都见到叶先生，都给我好好敬着。是。
晚宴过后，主持人上台，各位贵宾，这次慈善晚宴的压轴节目——慈善拍卖，现在开始。本次拍卖由东发银行主办，所有拍品拍卖价格的95%都会用于慈善事业，所有的投资都会实时分享给参拍者，不必担心任何暗箱操作。美女主持人甜甜一笑，便是一抬手，接下来便是我们的第一件拍品。精工顺指官窑双耳瓷瓶，起拍价30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3万。现在开拍350万。主持人声音刚落，便是有人喊价380万、385万。清朝瓷器在古董市场也算是热门，叫价也很激烈，最后以439万的成交价成交。接下来这件拍品是本次慈善晚会的压轴之作，收购的历程也是十分艰辛，不过今日他也是有惊无险的跟大家见面。主持人很会调节气氛，此话一出，直接便是引起了在场观众的惊疑。这件拍品就是康熙年陈明远大师制造的传香紫砂壶，起拍价2600瓦，每次加价不得低于20万。现在开拍。老者冷笑一声，3500万。价格的竞争很激烈，堪称一路飙升，直接从2000万的起拍价涨到了4000万级别。5000万。正当几个千亿富豪在4000万区间缓慢加价的时候，叶阳一句5000万，直接让全场寂静了下来。5100万。区区小辈，想在我这装富还是太嫩了点。6000万。小子，你在捣乱吗？拍卖，价高者得。好小子，6200万。7000万。老头被气得脸色潮红，差点就直接起身掀桌子了。这等蔑视的感觉，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感受过了。但他终究是个商人，不会做赔本买卖。此时也是怒哼一声，不过是个花钱打肿脸充胖子的愣头青而已。我就是纯粹的做个慈善而已。毕竟这世上最容易得到的东西就是钱了。你7000万，还有人要叫价吗？话一出口，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多余。7000万第一次，7000万第二次，7000万第三次。这件康熙年间陈明远大师的传香紫砂壶，由叶阳先生拍的。即便是落锤之后许久，场中的躁动都没有平复下来。毕竟7000万买个茶壶这件事，即便以他们的身家，都觉得实在是太疯狂了。叮，检测到宿主花费7000万购买破旧茶壶一只，奖励古董鉴别精通。自此，古往今来的文玩古董将再逃不过您的眼睛，鉴别古董的能力达到人类现有水准的最高。哦，居然又来了一个技能，技多不压身。虽然古董鉴别这种技能看起来有些鸡肋，但总归是个技能，指不定哪天就用得上呢。拍卖会结束之后，李行长满面红光的走到了叶阳面前，显然叶阳刚才的豪气让他涨足了面子，毕竟叶阳可是他李行长邀请来的。叶先生刚才可真是神气无比，语情四座，震慑全场啊！实话实说罢了。原本以为叶老板那么说是为了700副酒，没想到还真是这么想的，草率了。原来真正的生蚝，脑回路真的和普通人不一样啊！又是随便客套几句，并保证拍品会在明晚之前送到云顶山之后，李行长看了看叶阳身边搂着的林雪儿，懂事的笑了笑，直接告辞了。出了拍卖会场，叶阳便是带着林雪儿来到了临江小区。叶阳哥哥，怎么突然带我来这里？这些保安怎么见到你都给你敬礼？这服务态度也太好了。最近有点忙，一直没空出时间跟你说。前些天我把这小区给买了。怪不得这些保安对你这么恭敬，原来是叶阳哥哥买了这个小。林雪儿话说到一半才是反应过来有些不对。你没听错，这整个小区都是我的。喜欢这里吗？这一切实在是太美了，叶阳哥哥。忙碌了许久之后，雪儿，怎么了，叶阳哥哥？不要在外面租房子了，以后就住在这吧。客厅里，萧清玄正在生闷气。傻瓜老板，干好事不带我一个。一旁的萧小竹擦了擦额角的冷汗，他能感觉得到自己这个妹妹对老板喜欢的是越来越深了。我只有10箱软金散，你真的不考虑不要我有自己的方法？那随便你吧，老板，你逃不掉的，等着。云顶山别墅内，叶阳刚刚坐下，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老爹居然亲自打电话来，倒是少见啊。喂，老爹。小杨，你是不是犯什么事了？给我实话实说啊。没啊，到底咋了，老爹？你确定？那你这紫砂壶是怎么来的？就是看着挺好看的，想着老爹你爱喝茶，就给你买回来寄回去了呀。虽然我没钱没啥见识，但还是在网上见过的，有些研究。你这个好像是个古董啊。哎呀，老头子，我说你一天就疑神疑鬼。那个壶我拍照上传了，网上那个一模一样的，卖好几千万呢。咱儿子哪里去弄几千万买个茶壶？还真就是那个几千万的，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行吧，但这个茶壶无论是做工还是泡出来的茶叶，确实比之前好了太多，肯定不便宜吧？我估摸着得上万了。不便宜，老爹你就用吧。我最近创业赚钱了，总要回报家里一点。有钱也不要乱花啊，你得攒钱给自己买房子。子妍回去没跟你们说吗？那丫头回来直接就收拾行李去弟都念大学了，也不知道跟我弟说了什么，最近对我们突然殷勤多了，门市总来送东西，说是感谢你在魔都对子嫣的照顾。原来如此。小杨啊，我跟你说，
上次我让你王姨给你介绍那个，你没相中，这次我又让她给你找了个更好的，你要不要去见见啊？那行吧，一会儿我让你王姨联系你。挂断电话没多久，叶阳收到了相亲的地点，居然还是那个餐厅。约定的是5点整到，如今到6点还没见到对方的影子。6点，前台妹子也是有了来接替他班的人。叶阳冲着他招了招手：“小哥，我已经下班了哦。”下班才叫你，叫了双人份，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餐？好啦。徐小新对叶阳也颇有好感，此时也没有拒绝，直接便是坐了下来。帅哥，你这是在等谁啊？相亲对象喽，不过这都迟到1个多小时了，不等他了。怎么会有这种人？也太没有时间观念了，一点也不懂尊重人。徐小新鼓着小脸为叶阳鸣不平，不过也算因祸得福，让我有机会请你这个小美女吃饭。叶阳半开玩笑的说道：“你好会聊哦。”你本质应该不是服务员吧？叶阳稍微凑近徐小新端详了一下，问道：“你怎么知道？你还挺厉害的，难道你是个私家侦探吗？”我只是个无名的盗贼，今晚准备来偷走你的心。土味情话虽然烂大街，但也分谁说。叶阳这种帅哥说就能聊得大部分女生神魂颠倒。哈哈，你可真行，不开玩笑，说正经的。好的，好的。我家里条件还行，我爸是上市公司董事长，家里给我安排好了一切事宜，毕业就要直接去我老爹公司当高管，但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出来体验一下普通人的生活。你呢？徐小新问道。我吗？和你爸算是同衔吧。爸，原来你也是开公司的，那你以后有了女儿，会不会像我爸一样强行安排她的人生？当然不会，因为叶阳赚的钱几辈子人都花不完，后辈等着花钱就完事了。直到两人吃的差不多，留了联系方式之后，一身奢侈品的女生走进了饭店，正看到叶阳和徐小新在谈笑，确认了座位之后，才是皱了皱眉，直接走了上去。你就是叶阳？你就是石小静？解释解释吧，这怎么回事？石小静趾高气昂，居高临下的问道。解释？难道不该你先给我一个解释？我解释？我需要什么解释？你明明跟人家约在5点见面，现在都快7点了，难道不需要解释？一旁的徐小新都看不下去了，气呼呼的。刚才我在和闺蜜去看电影了，来见你已经很给你面子了，晚一会儿又怎么了？石小静皱了皱眉，理所当然的道：“你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尊重别人？别人的时间不是时间吗？”徐小新见石小静不但不道歉，反而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顿时气得不打一处来。我怎么做人，还用你这种月薪3000的服务员指指点点？一个小小的公司职员而已，时间宝贵个屁！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愿闻其详。我可是上市公司老总的私人秘书，每天跟我谈笑风生的，那都是你这种穷逼一生都接触不到的大人物。那你月薪多少？5000，怎么了？原来才5000啊！按您这口气，我还以为年薪几个亿呢。5000月薪怎么了？呵呵，我老板一句话就能左右几十亿的现金流，哎，跟你这种垃圾根本就不在一个世界。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石小静被对得哑口无言。呵呵，一个小职员而已，你这种人真是小气鬼。本来看你长得还行，还准备给你个机会呢，现在本姑娘决定将你彻底排除我的考虑范围了。那可太谢谢你了。石小静差点被气得一口喷了出来。我跟你这种垃圾真是1秒钟也多待不下去了，再也不见。说着，他就走出了餐厅。终于走了，一股子香水味。没想到你还挺会对人的。实话实说而已，这种奇葩女怎么都叫自己碰上了？难道自己和相亲这个是八字不合？只要一相亲，就绝对碰到奇葩事。吃的也差不多了，我送你回家吧。好啦。走到车库，叶阳一摁车钥匙，车库中最亮的那辆跑车便是骤然启动。保时捷918，看来帅哥你生意做得还蛮成功的嘛。一脚油门踩出去，很快就到了徐小新住的别墅小区。华州君庭，看来徐小新家里还是蛮有实力的，比自己的云顶山别墅区也只差一个等级。因为华州君庭里面，华州独栋最低价都在3个亿，好一点的别墅都7、8个亿了。聊得很开心，那下次我请你吃饭。回见。叶阳嘴角也是掀起了一丝笑意，便是上车直接回家了。殊不知这一幕却是被华州君庭的保安看在眼中，直接拨通了一个电话。知道了。某办公大楼顶部，穿着一身干练装扮的女高管放下了电话，忧心忡忡地将手中的文件交给了自己的秘书。这些文件先存起来，我有事要回家一次。好的，我去为您准备车。小新怎么会突然跟一个陌生男子一起回家？可别被有心的坏人给骗了，这事必须问明白。她便是徐小新的老妈，而徐小新的老爹徐元红坐拥着价值几千个亿的公司，每天打他们家坏主意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徐元红给徐小新安排人生，也是为了他不受伤害。叶阳的突然出现，显然让李幼薇开始紧张起来。老妈，这也不是周末啊，咋这么早回来了？你这心情不错嘛，来坐妈妈身边，我要问你一些事情。我会考虑去做高管的啦，不过具体职位我再想想。不是这件事，前几天给你安排和周家那位公子的相亲，你怎么没去啊？人家可是京都的大家族，专程为了见你来了魔都，无论你喜不喜欢，不见一见，实在是有失咱们家的礼节。李幼薇笑着铺垫话题。老妈，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很不喜欢这种被安排的感觉，尤其讨厌的就是这种商业合作式的联姻相亲。上大学当高管我都听你和爸的了，唯独婚姻这件事，我要自己做主。他声音虽然不大，但语气却坚定无比的道：自己做主，然后找一个无权无势、没有背景、只会说好话的小白脸欺骗你的感情。
那你在说什么？今晚你做了什么？我都已经查出来了，那小子是谁？背景清不清白？有没有家世底蕴？你怎么能贸然喜欢那种毛头小子？妈，你派人监视我，他不是毛头小子，他和我爸是同行。徐小新也知道老妈的脾气，只能从她最在意的点上下手。呵呵，说不定只是个租车的油嘴滑舌的小鬼头而已。你还是太缺少社会经验。和你爸是同行，你知道海气的市值有几千亿吗？到底多大的胆色和无知，才能让他说出这种话来？一听这个，李幼薇下意识就将叶阳定义为大骗子了。他绝对不是大骗子。徐小新红着脸辩驳道：“看来你果然喜欢他。”徐小新咬着牙，他对叶阳其实还谈不上喜欢，只是初见聊得很开心，很有好感而已。不过他内心本就很倔强，面对这种质问，自然不会服软。是啊，我就是喜欢他。见女儿倔脾气又上来了，李幼薇知道不能来硬的，只能松了口气。好啊，你不是说他和你父亲是同行吗？那过2天，海七会主办一场商业沙龙，到时候你把那小子也邀请过去，我倒是要掂量掂量他有几斤几两。那如果他过了你的审核标准，是不是以后就不给我安排相亲了？再说吧，现在说这些还太早。我打赌，那小子来了商业沙龙，3言2语之间就得露馅。好啦，那就走着瞧。看着女儿直接一溜烟跑上楼，李幼薇无奈地揉了揉额头。也没几天了，到时候看清了那小子的真面目，希望你别太伤心。当晚，叶阳就接到了徐小新的电话。喂，怎么了？叶阳，有件事想求你帮帮忙。什么事？你说。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参加个商业沙龙，你要是答应的话，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可你今晚已经欠我1顿饭了呀。那我请你吃2顿。不，这事帮我办成了，你想我请你吃几顿都行。哈哈，开玩笑的，帮你这个忙倒也可以，不过作为条件，你总得告诉我原因吧。今晚你送我回家，被我妈误认为是我男朋友了。岳母大人英明啊。去，今晚不是和你说，我家里人总喜欢安排我的生活嘛，3天2头就给我安排相亲，所以我想。所以你就想让我去当替身使者，临时男友？你不要误会。好说，不过按小时计费，很贵的哦。哼，不怕贵，我很有钱。那1个小时1个亲亲，怎么样？徐小新被叶阳说的尬住了。好了，不逗你了，时间地点飞信发过来，保证准时到，保准让岳母十分满意。坏人。商业沙龙，没想到还真是个小富婆。这么算下来，徐小新可是魔都商界第1大佬的女儿，未来可能继承几千亿资产的小凤凰，怪不得那天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保时捷918。叶阳笑了笑，又随手翻了翻自己的邮箱。这几天他也是接到了不少请帖，都是这场沙龙的邀请函。邀请他的自然是那天慈善晚宴想要结交他的那些老板，其中还有白富九的名字。这老头也不知是安的什么心，当天自己可是没给他面子，直接7000万从他手里硬抢来了那个紫砂壶。这老头按理说应该恨自己才是，怎么突然给自己送请柬？说不定是鸿门宴。就他还没资格给我下鸿门宴。很快就到了体验生活餐厅，接到了徐小新。劳斯去斯幻影，这个配置1辆得5、6千万吧？你还真是豪车发烧友啊！徐小新冲着叶阳一笑，顺势就挽上了叶阳的臂膀。那你现在就是我男朋友了哟。还好吧，总开一个车感觉有些腻，就多买了一些。买豪车是你这个理由的，还是第一次听说？劳斯去斯幻影一路疾驰，很快便是到了沙龙所在的天意会所。门口那个就是我老妈了。李幼薇显然也是发现了叶阳和徐小新，脸色骤然便是凝重下来。果然是个小白脸，还挺帅。如果是被这样的帅哥迷住的话，那似乎倒也情有可原了。妈咪，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叶阳，这就是我的母亲李幼薇，也是海气集团的高级执行总裁。伯母好。没想到这小哥平常吊儿郎当，像个漫不经心的浪荡公子哥，这会儿装的倒是挺像那么回事。要不是自己天天被他调戏，说不定都信了他是个正经人了。李幼薇微微点了点头，心中对叶阳的形象也是大为改观。小新说，你说自己和他父亲是同行，非要说的话也可以这么算。那也就是说，这样的说法很牵强喽。果然就是个小骗子，一句话就给套出来了。毕竟徐叔叔是只有1个集团，而我名下的公司集团不止1个，我也不知道自己算是个什么职业了。你不会是以为公司数量能代表一个人的成就吧？注资一个公司只需要10万块钱，随便拿100万就注资10几个公司了。你可知道海气集团的资产？知道，我觉得挺不错的。李幼薇被噎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原本准备好的套路，此时全都无处可用。这小子也太不按套路出牌了。呵呵，那不知在华夏什么级别的公司才能脱离你这个还不错的水准呢？华夏的话应该是没有了。如今他自身的资产几万亿，最牛的几个公司，益达集团和企鹅集团都已经是他的。可以说，华夏所有公司集团在他眼里，顶多也就是还不错。这话还真不是装逼，而是实事求是。呵呵，真是油嘴滑舌。直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能放过我女儿？老妈，就算你对叶阳有意见，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么说又如何？一个油腔滑调、口无遮拦的小子而已，说话连个谱都没有，满嘴跑火车，几千亿市值的公司叫还不错，一看就是在吹牛。这种男人根本不靠谱，我怎么能看你自己跳到火坑里？所以阿姨是觉得我接近小新是为了你们的钱？不然呢？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休要在我面前再伪装了。我话说开了，你要多少钱？直接说，不要继续坑害我的女儿。那徐小新咬着唇，他相信叶阳不是那种人。
既然如此，那好啊，看吧，我就说吧。叶阳1000万亿，你出得起吗？你在开玩笑吗？1个亿长什么样你见过吗？1000万亿，华夏1年的国家生产总值才小几百万亿，我看你简直是疯了。李幼薇完全懵了。是啊，我开了一个你们不可能给的价，也就代表你让我离开小新也是不可能的。李幼薇再度背对的怀疑人生。你可想好，我好言好语跟你商量的机会就这一次，这次之后，无论你把我女儿迷成什么样，都休想从海气拿走1分钱。你把海气集团送我都不要，我又不差那点钱。难道他不是油嘴滑舌哄骗小姑娘型，而是纯粹的热血理想青年型？李幼薇皱着眉，再度开口，只不过这一次语气明显好了不少。有理想是好，但你未体验社会的考验，位置与小新之间巨大差距，你还在为郊区首付奋斗，他却想换别墅，这种不同，你考虑过吗？买房，我在魔都有几千套房子，住不惯就换一套嘛。正当李幼薇开口准备教育满脑子白日梦的青年的时候，一个老熟人却是走入了自己的视野。白富九。李幼薇平日对白富九还是很敬重的，见对方还提着礼盒，不由得误会了。矮老，你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白富九笑呵呵的，却没有多理会李幼薇，直接看向了叶阳。叶先生。白富九见到叶阳，直接便是躬身行礼。之前是我眼拙，跟叶先生你闹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请你不要见怪。我这次来专门带了一些巫山大红袍，当作是赔礼。说着，他也是给白贝使了个眼色。白贝连连笑着将手中的茶叶礼包交给了叶阳身边的于嬷嬷。希望叶先生能忘记之前的不快，白某跟叶先生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嘛。日后叶先生但凡有能用到白某的地方，白某绝不会说一个不字。这老小子怎么态度突然180度大转弯了？白富九在慈善拍卖会上被叶阳抢了宝贝，回去愤怒调查叶阳，发现叶阳背后关系后害怕不已，因此来道歉。好说好说，你若不提那天的事情我都忘了。7000万买个紫砂壶，转头就忘了。若是别人说，肯定是装逼，但是从现在的叶阳嘴里说出来，令白富九很是幸福。这一老一少一唱一和的，看得一旁的李幼薇直接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曲小新摇了摇头，显然也是很吃惊的样子。那叶先生你先聊着，我便先进去了。叶阳，这白富九看起来和你很熟络的样子。也不算很熟，算起来也就是上次我花7000万半路截胡了他一个茶壶而已。7000万一个茶壶，看来今天这事是我大意了。看来可能之前我对你有些误会。阿姨也是对女儿的一片爱意，我能理解。李幼薇脸色这才是缓和了许多，有白富九的道歉衬托之后，怎么看这个青年怎么满意，又有实力又有颜值，还善解人意，给自己找台阶下，简直太完美了。那你们就先进去玩吧，玩得开心。妈咪，那叶阳算是过关了。什么过关不过关的，我这不还是想你找一个对自己好的男朋友吗？那我们进去啦。李幼薇哭笑不得，本以为就是对付个毛头小子，这事她连老公都没告诉，如今她心中也是升起了一丝不安，连连吩咐手下去查关于叶阳的背景和资料。